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我18岁，刚嫁入文昌侯府的第3年。我猛然惊醒，浑身酸痛，映入眼帘的是俊美冷峻的摄政王萧燕。前世记忆汹涌而来，上一世的今天侯府举办宴会，我穿得红彤彤的，美滋滋的等谢衡远访，结果却是等来摄政王这尊大佛。前世我掏心掏肺在侯府当牛做马10年，最后落得个被谢衡的渣男和孟云长的白莲花喂毒药的下场，临死前还被他俩嘲笑蠢得像头猪。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前世的覆辙。别，我是有夫君的人。哼，你以为是谁把你送到本王床上？什么意思？你那夫君谢衡自己上赶着戴绿帽，本王岂能辜负他的美意？顾南被这话震醒，内因撕裂般的疼痛彻底回神。你是萧燕，我重生了，回到嫁入侯府第3年，守孝期满这天。专心点，本王的床不是让你发呆的。快停下来，这是谢衡的局，他马上带人来捉奸。这个时候让我停，你是瞧不起本王？谢衡快到了，你穿好衣服赶快走。这个顾南，商户家的就是没规矩，天没黑就在屋里不出来。母亲，是我担心景王三叔吓到他，回来看看。景王来了，快进去。来不及了，他们要进来了。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，求我，求本王，本王就帮你料理了这个人渣。不用你帮，你就坐在那，别乱了我的计划。萧燕走到桌前坐下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做什么。王爷，你是不是欺负我夫人了？有什么冲我来？你胡说什么？景王殿下是来听我求情，求他帮你早日袭爵的，你竟说这种毁我名声的话。淮阳郡主一把扯开顾南的衣襟，指着他脖子上的红痕。下作的娼妇，你和景王若是没有什么，你告诉我脖子上这是什么东西？婆婆真是误会了，红疹是因为我吃花生起的，不是男人留下的痕迹。没有发生的事都能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这文昌侯府的世子夫人不做也罢。谢世子，刚才细看下来，发现你行事冲动不堪大用，袭爵的事暂且算了。顾南望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嘴角勾起一抹畅快的微笑。想继承爵位，下辈子吧。谢衡，淮阳郡主，这只是开始，前世的债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今日多谢侄媳妇的招待。王爷慢走。王爷，您刚才那是聊侄媳妇吧？这是不是有点不道德？本王哪处看起来有道德？倒也是，但您跟他那事儿算没分，他可是侄媳妇，您确定是报恩？谢衡给他下了桃花坞，一个时辰不解药性，就算服了解药也会落下病根，生不如死。夫人，您怎么又吃花生了？让奴婢知道是哪个黑心干的送上来的，一定去扯烂他的耳朵。顾南眼底泛热，想起前世如花的下场。以后别叫夫人，还叫我姑娘。以后咱们院的人只听我的吩咐，你点几个陪嫁妈妈去厨房，请做茯苓糕送茯苓糕的人，客客气气的，别惊动旁人。关上院门，堵了他的嘴，给我打！早知道顾南能求动三叔，何必折腾？现在袭爵和接云上进府都泡汤了。他们肯定有事，那无味道不对，那个贱人骗不了咱们。要不是看他有钱，早休了他。瑞哥现在都4岁了，总不能一直养在外面。郡主，不好了！夫人押着长顺媳妇，拿着茯苓糕要去御史台，人都到大门口了。糟了，那茯苓糕没售，快拦住他！你在闹什么？有人在茯苓糕里下药害我，我打发人去请婆婆和世子，你们不肯来，儿媳便要去御史台讨个公道。把你刚才说的再跟郡主和世子说一遍。前日世子给了奴婢男人一包叫桃花坞的药，吩咐奴婢今日下在世子夫人的饭食中。下贱东西，竟敢污蔑本世子！夫人可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下贱奴婢的话，他是故意挑唆咱们呢。怪不得你和婆婆冲进我院子，一口一个质问景王欺辱我，原来都是你计划好的。为了爵位，连妻子的清白都不顾，你真是无耻！顾南，别听这奴婢胡说，快把人放了，回屋去。哼，这茯苓糕就是证据，长顺媳妇的话也是证据。今日要么你们给我一个说法，要么我就去御史台，让全京城都知道文昌侯府的龌龊事。奶奶，长顺媳妇是怀恨报复，我怎会算计你？我本就是世子，袭爵早晚的事，你别中了奸计。来人，把这污蔑主子的贱人拖下去杖毙！夫人，你宁愿信下人，也不信我，咱们可是要过一辈子的。哼，谁想跟你过一辈子啊？我只信真相，要么去御史台查桃花坞谁买的，谁用的，要么家丑不可外扬，闹去御史台，侯府丢脸，你名声会受损，连景王三叔也受牵连。你要什么补偿，我都给你。哼，真的什么都给。永和9年6月初5，世子借驾长银5000两。10年4月12，借米粮铺1间，累计6间铺子，2座庄子，5万两银票。住口！这些你都还我吧。没想到你每次给我银子，竟然还暗地里记账，还说什么借的？顾南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哼，不然呢？若不是借的，世子岂不成了吃软饭，靠妻子嫁妆养着的废物？
靠妻子嫁妆养着，这样的名声传出去可太难听了。当初你上赶着送的，哪有往回要的道理？走，去御史台下毒和嫁妆的事一起算。我答应你，我把铺子、庄子、银子都还你。这些东西存3年，利息少说也有2000两。自家人借钱还要利息？亲兄弟明算账，利息我说了算，不给，咱们还是去御史台。哼，今日便不去闹御史台了。今日之事，谁敢外传，立刻杖毙。王爷，新鲜八卦，从文昌侯府打听来的。没兴趣，出去，滚回来。王爷，您还是关心世子夫人的吧？毕竟您和她都那样了。我和她的事在乱说一句话，割你舌头。说吧，她怎么了？顾娘子拿住下药的人，跟谢恒、淮阳郡主大闹一场，把嫁妆全要回来了。顾娘子想和离，你下去吧。顾娘子有把柄，为何不直接和离？谢家人欺人太甚，姑娘刚才为何不直接提出和离？傻丫头，和离哪是那么容易的事？世道对女子要求多，犯七出之条会被休弃，要求和离需双方家族同意。如今他父兄不在，娘家只有寡母、寡嫂及年幼侄子侄女，又受谢恒挑唆与顾氏族老翻脸，无人为他出头与谢家谈和离。不过我是一定与谢恒和离的，但眼下时机尚未成熟，现在需要花心思将铺子与庄子都收回来。在我和离之前，我要让谢家身败名裂，前世那些害我的，我要让他们通通付出代价。奴婢心疼姑娘被欺辱，若老爷公子还活着，一定不会让人欺负姑娘的。放心吧，以后谁也欺负不了我们。姑娘，要不要奴婢悄悄去熬一碗避子汤？前世她被谢恒和淮阳郡主捉奸后蒙了，2个多月后发现自己怀孕，5个多月时肚子遮掩不住，被谢恒发现。他表面安慰她安心生下孩子，并当亲生孩子对待，背地里却让人给她下药，致她大出血，流掉一个已成型的男孩。姑娘别哭，你不一定会有孩子，奴婢这就去熬避子汤，喝了就没事了。不喝避子汤，我要这个孩子。姑娘这话说的好像笃定要有孩子。她知道一定会有孩子的，这次拼死也要护住这个孩子。等到她与谢恒和离后，她带着孩子一起过。门口护着咱们的家丁叫什么？陈丽，老爷之前救下的难民，是有一些功夫在身上的。今天多亏了他，给他拿50两银子，叫他把长顺媳妇看好了，留着他还有用。你的丫鬟真没规矩。哼，比起敢给主子下药的下人，我的丫鬟很好。今天委屈你了，我来赔罪。我晚上不喝茶，天不早了，世子请回吧。今儿是咱们的好日子，该圆房安歇了。怎么？难道夫人不想和为夫圆房吗？这房不圆也罢，谁稀罕？下次世子再来怎么办？妻子拒绝丈夫传出去会影响姑娘名声。下次给他下巴豆、蒙汗药，再不济直接放狗。如意向来沉稳有心计，如花直爽泼辣，两人对她都是忠心耿耿，这辈子要尽力护住他们，绝不让他们2人再遭毒手。长顺媳妇呢？还在里面。茶谁放的火？是长顺，他今晚喝了酒，还偷油，骂他媳妇作死，他这是要亲手处置了他媳妇啊！立刻找回来。谢恒，是你杀人灭口。长顺媳妇咎由自取，此事结果。哼，我不会就这么咽下委屈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跳墙的样子真恶心。就说你处事不妥当，就应该我来安排。人烧死了，已经处置妥当。接下来你就哄好顾南，把嫁妆要回来，再把云裳接进来。幸好姑娘有先见之明，留下了证词。死无对证，供词是没用的，多关照他的儿女，找机会送庄子养着。姑娘，陈丽来了，说有急事。姑娘别担心，长顺媳妇没死。怎么回事？昨夜我被下了蒙汗药，醒时活一起，有男子背着晕过去的长顺媳妇冲突，我没打过他，他留了张纸。火场里的是谁？是长顺。你做得很好，对外也别声张。姑娘，信上到底写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是帮咱们的人，是景王的护卫将人带走了。景王？难道他对姑娘有别的心思？别胡说，可护卫总不能凭空出现，说不定一直在盯着咱们府呢。前世他和萧燕除了那一场慌乱的纠缠，并没有其他太多的接触，他不知道那一切都是谢恒的算计，心中痛恨萧燕夺走他的清白，就算是后来怀了孩子，也没想过告诉萧燕。以后别再提这事，让陈丽弄条大狗来看家护院。是。人安顿好了吗？安排在京郊庄子上，没人会发现。对了，顾娘子想在院里养条狗。你很闲吗？这种小事不用汇报，盯着不被欺负就行。叶大公子今儿请您去他的小院喝酒。说好的酒呢？嫡大，我正文思如泉涌，写到精彩剧情呢。这是我花1万2买的双花样，同人性还护住。这个我要了，平安，给他1万两。你强买强卖。打听他什么时候出门，把狗送过去，别让人知道是我送的。
姑娘，管家婆子们在花厅等着回话呢。把账本、钥匙、对牌送到南山堂，就说我病了，暂时不管家。是。从陪嫁里找个会做饭的，开小厨房，以后吃用单独采买，防止再被下药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眼下还不是和离的时候，他要提防谢家母子在使什么下作手段。如花转述完顾南的话，将账册、钥匙和对牌放下，转身就走了。故意甩脸子，真当侯府离了他不行？母亲，我想尽快娶云上做平妻。传出去名声不好，况且云上的家世怎么能和顾南比？这是瑞哥写的问祖母案，云上有才，那顾南满身铜锈。罢了，就娶平妻。顾南那里我去说。婆婆怎么来了？快别起身，下人说你身子不爽利，我过来看看。婆婆可有事吩咐？我闺中好友的女儿寻来，迟婚约玉佩要嫁恒儿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不知？就上个月，具体哪一日我也记不清了。上月我管着家，怎能不知？你去李家赏花那日，他认准恒儿，我左右为难。上一世，婆婆假借好友女儿之名庇护孟云上，口称不忍，实则与她里应外合，将她算计殆尽。云上是孤女，她闹事，让恒儿娶她做平妻，既能保全侯府名声，又能不让云上走绝路，两全其美。你不同意，我就跪下。婆婆，您这是折我寿，我没说不同意。不过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昨日2盘点心，茯苓糕下药，花生米是巧玉送的。平妻进了门，我真是担惊受怕，府里的饭菜都不敢吃了呢。巧玉不知你吃不得花生，我罚她道歉，闭门思过昌女戒10遍。我要在松雪堂建小厨房，府里每月拨银两。大厨房的管事已经责罚过，想来以后不敢怠慢你。若是再来一次，未必有昨日那般幸运。我会拨银子的。10日后8月初6是个好日子，就那日让世子娶平妻进门吧。姑娘糊涂啊，这是在打您的脸。反对没用，我需要10日时间去叫陈丽来。多带些首饰，压过梦事。不用，簪跟玉簪就好。姑娘穿这身太惊艳了。走吧，去正厅。欣赏夫人旺夫，你家夫人要失宠了。世子宠谁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你们再胡说，我就撕烂你们的嘴。随意编排主子，如意，给我打烂他们的嘴。我是二姑娘院的，你不能罚我。是吗？我管不得你吗？如花，掌嘴。慢着，今儿新嫂嫂进门，你怎么拿我的下人出气？你院子的管事妈妈堵我门口嚼舌根，是你指使的。我没有。要么去正厅找婆婆和宾客评评理，要么你处置她。哼！且慢，我不同意。夫人不同意云上从正门进。平妻须行直妾礼，妾怎可走正门？恒郎，你答应过我的。云上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人为难你的。前世孟云上在他面前做戏不争，他却亲眼见过谢恒对孟云上的温柔，满心酸楚的他，唯有通过更尽力的教养孩子、操持家务来寻求慰藉。我守孝3年，打理侯府无错，世子正待选官，若因平妻走正门被御史弹劾行事荒唐，影响前程怎么办？有人击鼓鸣冤，状告世子夫人，奉府引令，请世子夫人去京兆府。你做了什么恶事？我不知道是谁鸣冤，世子能不能陪我一起去？衙门那种地方，我一个妇道人家自己去，总归是不好。谢恒娶平妻，人还没进门呢，顾娘子被京兆尹传讯，等他回来路上咱们把狗丢。混账，这是重点吗？王爷，你去哪？等等我啊，把狗带上。原告姓甚名谁？为何状告文昌侯世子夫人？小人名叫张强，小人状告他拖欠2年房租，头要还走不打。我从未租过房，还请大人明察。你不是世子夫人，住在我肌肤上宅子的不是你。既是误会，我们便先回府了。大人，我认得他，住在我宅子里的男人就是他。京兆府尹的眼亮的犹如瓜田里的茶一般。胡说！本世子从未见过你，岂容你随意污蔑？世子不记得我却记得他。今年当我去宅子讨房租，见世子和夫人在院中赏花，世子摘花为夫人摘戴。哼，世子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养了外室？我没有。大人，小人说言句句属实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年确实有个远房亲戚上门，我叮嘱小厮在外面租了栋宅子，是下人中饱私囊，我早交了房租，这1000两够了。2间宅子年租800，1000两连房租都不够。夫人原来在这里啊，世子和夫人住了我家宅子4年，却只付了2年房租。房租找长明啊！你们4年前就在一起，婆婆说的好友女儿是假的。未婚养外室，又去外室做聘妻，勋贵世家，做出这等荒唐事。不是平妻，是妾。今日就是纳妾，不是娶平妻。既然是纳妾，为何穿着大红嫁衣？一个妾室还穿大红嫁衣？他想要的可不是孟云上为妾，他想要的是谢家欺负他，让百姓都瞧见觉得他可怜，值得同情。见过景王殿下，三叔来可是为顾南撑腰的。书读到狗肚子里了，她是你夫人，
本王称什么妖？你娶无眉狗合的玩意儿，败坏的是你谢家门风。王爷误会，未说要那2件。本王路过瞧热闹，审你的案吧。是见。姑呢？撞到一只狗，没找到主人，先带回府里，留口信等主人。顾娘子把狗带走了，还让人留了口信，说若是有人寻狗，可以去侯府找御史谭和谢衡处理张强善后，别牵扯到他。王爷真人报的又贵又周全。下贱东西，从侧门滚进去！新少夫人，你嫂子只有顾南。这狗就叫小满吧，前世20几岁就落了个惨死的下场，这辈子希望他能圆圆满满过一生。打发个婆子从角门出去买些螃蟹回来，晚上我们关起门来办螃蟹宴。世子查不出幕后之人，杖毙了长明。果然，触碰到谢衡的利益，他就会变得狠辣无情。孟氏那边在干嘛？世子把秋水院改名慕云阁，雇一个应民。妾孟氏来请安。昨世子缠人，夫人没伺候过，自然不懂。昨夜隔壁动静大，吵得我没睡好。听说有条母狗被骑了一夜，都气得不理公狗了。如花拿蒲团，让孟姨娘敬茶。夫人若恨我，尽管罚，别卖了我。恶狗，滚开！该死的狗，滚开！孟云上现在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他在来敬茶之前，故意朝谢衡哭诉，担忧顾南会为难他。谢衡不忍他受委屈，承诺他会在敬茶时过来为他撑腰。他算计好了时间泼的茶水，目的便是坐实顾南擅动狠辣的名声。谁知却被一条狗给破坏了，计划全盘落空。你是故意的，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，对不对？我算计好的？笑话！难道是我让你朝自己泼茶水，自己烫自己吗？云上，你疯了，自己泼自己？不是这样的，衡郎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真让我失望。我只担心衡郎有没有被狗伤到，我受点伤不算什么。顾南，你嫉妒云上，用热茶烫他，还放狗咬我，你蛇蝎心肠，败坏谢家名声。前世婆婆淮阳郡主总是指着他骂，那种被骂却无力反击，无人相助的彷徨无助感再次袭来。真的是孟姨娘自己泼的自己，我家姑娘都没碰到茶盏呢。主子心狠手辣，奴婢没规没矩，今儿本世子便教教你们规矩。来人啊，把这贱婢拖下去杖毙！哼，在我的松雪堂，谁敢动我的丫鬟？你向我和云上道歉，我便饶他。顾氏，你竟然不知悔改，还动手打人！我的丫鬟没有犯错，你尚且能踢她一脚，一个犯了错的贱妾，我为何不能教训？他目光紧紧盯着谢衡，不肯退缩半分。你打我的丫鬟，我便打你的心上人。这3个巴掌，一罚你渲染房事败坏门风，2罚你苦肉计陷害主母，3罚你挑拨离间不顾世子名声。等时机成熟，我便与谢衡和离，但先需求得顾氏族人支持。族老怕影响名声，还会把家业交给侯府，这可不是件容易事。先拿回顾氏产业主导权，赢2叔3叔信任，才能让他们支持和离。你先收拾东西，让陈丽备好车，我去趟南山堂，回来咱们就回娘家。这个顾南如此蛇蝎心肠，真是委屈了衡儿。若不是看在顾氏家业，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哭成这个样子。我来便是想问问婆婆，咱们文昌侯府的家规可容妾室挑衅陷害主母？自然不能。张妈妈，去罚她在院子里跪足2个时辰，然后再抄写女诫10遍。婆婆都如此说了，我自然不敢再计较，只是我心里难受的紧，想回顾家住几日，还请婆婆准许。回去2日散散心，让衡儿日后接你。殿下，谢世子被一只狗追得满院子跑，连辛辣的娇美妾室都扔了。那狗怎么不咬他一口？除了被狗追，就没有别的新鲜事了。殿下想听的，自然是顾娘子的消息嘛。谢家人不是擅长他年纪小，又是本王的救命恩人。谢世子妾室挑衅顾娘子，被顾娘子打了几巴掌，顾娘子已经回娘家了。御史谭和谢衡的折子递进去了吗？今儿一早就递进去了。换身衣裳，我进宫去看看皇兄去。你觉得谢衡此人如何？自以为是，不堪大用。你觉得朝中什么职位适合他？就依你，让内侍走一趟吧。一定是你的差事有着落了，吏部尚书前几日就递了折子。没想到陛下竟然会亲自下旨，一般勋贵子弟可都没有这份荣耀。咱们可不是寻常勋贵，我儿才学过人，陛下一定是看中了你的才学。恭喜郡主了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文昌侯世子谢衡孝期已满，当入朝为国效力，命谢衡领工部营膳司郎中一职。钦此。公公是不是弄错了？怎么是工部？放肆！陛下亲自命人你的诏书，岂会有错？世子若是不信，可入宫去询问陛下。是我失言，还请公公勿怪。谢世子还不接旨，陛下有命，谢世子明日便可去工部营膳司报道。臣谢衡遵旨。
陛下为何会突然选了工部营善司？还请公公提点一二。御史台递了好多弹劾世子的奏折，世子未婚养外室，又企图以外室为平妻的事闹得沸沸扬扬。这个关口，陛下怎好让世子趋利不呢？孟云上早就知道他不是好玩意儿，你非要让他做平妻，现在好了，破坏了你的大好前程。我心疼云上，难道错了吗？顾南脚步匆匆地走进一处院落，顾夫人在丫鬟搀扶下迎了出来，她面容憔悴，鬓边斑白。楠楠回来了，快让娘看看。娘，楠楠回来看你了。外面都在传世子娶平妻的事，还闹到了衙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都过去了。我可怜的楠楠，你父兄皆早逝，连个能为你去婆家撑腰做主的人都没有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娘，我想同谢恒和离。和离？孩子啊，你在谢家一定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才会生出和离的心啊。娘去找你婆婆理论。谢恒不是良人，娘，我想好了，一定要和离。可和离要族人出面，咱们家如今只有寡妇和孩子，谁能为我的楠楠去侯府出头啊？顾南心头却热腾腾的，说不出的感动。在外人看来，谢恒不过就是那里的妾室，哪有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，何至于就到了和离的地步？可在母亲眼里，他提出和离，一定就是受了大委屈。母亲首先想的是谁能出头为他讨公道，为他争和离。此时，嫂子常氏大步迈了进来。我不同意小姑和离，女子名声大过天，你心里不痛快，就闹着要和离，你就不想想我的娇娇怎么办？有一个和离的姑母，我的娇娇将来怎么议亲？小姑你未免太过自私了。常氏，楠楠从小懂事，她若不是在谢家日子过得艰难，不会提出和离的。哼，怎么就艰难了？不过是姑爷娶了一房妻而已，哪个男人不是如此？就是您儿子，我夫君不也曾有2个通房？哪个女人不经历这一遭？他不痛快了就要闹和离，对顾家姑娘的名声不管不顾。若天下女人都这样，当初夫君宠幸通房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也该闹着和离？顾夫人被儿媳对得脸色发白，气得嘴唇颤抖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当初小姑嫁入侯府时，口口声声说世子年少有为，是难得的良配，怎么如今世子不过娶了一房妾，在你眼里就不是良人了？如今顾家的生意都捏在侯府手上，你折腾闹和离，小心和离不成，反被休回家来。看在你哥自幼疼爱你的份上，给你侄子侄女留条活路吧。嫂子，和离与休妻不同，若是他文昌侯府宠妾灭妻，谋夺正妻家产，我即便是和离了，也不会影响小侄女的名声。宠妾灭妻，谋夺家产，当初是谁力排众议，非要把顾家的生意交给侯府？是你。你说谢恒没有坏心，现在承认了，自己打自己的脸，不疼吗？顾南被说得哑口无言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。小姑若是无事就回侯府吧，别没事闹什么和离，指望家里给你出头撑腰吗？别开玩笑了，如今我们顾家要生活，还得看一个侯府管事的脸色，我们顾家为你撑不起这个腰。常氏的话如同一盆冰水，将顾南浇得心底冰凉。就在他绝望之际，母亲，您这话说的不对。顾家内室气氛凝滞，不满9岁的顾青红板着小脸从门外走了进来。青红，今儿没日头，又有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回去。母亲刚才所言有误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插什么嘴？回去读你的书去。祖父和父亲都不在了，我是顾家大房唯一的男丁，我有权利对姑母的事情提出谏言。两姓联姻，结两姓之好。如今谢家立身不正，损害顾家利益，我们为姑母撑腰，也是为自家撑腰。若任姑母被侯府欺负，别人会以为顾家姑娘在婆家可任人拿捏。难道娘亲希望娇娇将来嫁人后也指望不上娘家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妹妹有你这个哥哥呢。姑母曾经也有哥哥疼爱，她的哥哥是我父亲，如今父亲去了，我更应该代表父亲为姑母做主。何况儿子自幼有心疾，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妹妹出嫁。若将来妹妹遇到这种事，母亲难道也要让妹妹像姑母一样，将委屈咽进肚子里吗？常氏被儿子一番话驳得哑口无言，眼眶泛红。顾青红不再看他，转身走到顾南身边。姑母，你的父亲和哥哥不在了，但娘家还在，你还有侄儿，侄儿一定为你做主，为你撑腰。顾青红站在顾南面前，顾南和顾夫人眼眶通红，泪眼婆娑。红哥，好红哥，重活一世，我不仅要和离，要守护顾家的财产，更要守护我的家人。幼稚，你一个8岁多的孩童怎么去撑腰？你去了侯府，只怕侯府下人都未必正眼看你。嫂子，我为以前的无知和愚蠢向你道歉。以前是我眼瞎，被谢恒蒙蔽。如今我已然明白谢家包藏祸心，图谋顾家家业。然后呢？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和离，但在和离之前，我要先把咱们顾家的家业都拿回来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公公和你哥哥都不在了，2房3房又离心，你把顾家家业拿回来，交给谁管？难道你要亲自管吗？交给嫂子你管啊。我，没错，
就是你。娇娇该起来了，我可没工夫陪小姑说笑逗闷子。怎么，我敢把故事商号交给嫂子，嫂子反倒不敢管吗？你是怕自己管不好，让故事商号赔钱，还是怕女子抛头露面，名声不好？哼，呸！名声都是挂在别人嘴上的，我常素贞才不会在意。女人出来做生意怎么了？你敢把故事商号拿回来，我就敢接管。问题是，你敢吗？你不怕侯府休了你？那嫂子便拭目以待吧。哼！常氏冷哼一声，甩袖离开。姑母，红哥能做些什么？红哥只需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过些日子，姑母请个神医来，以后红哥就能像妹妹那样能跑能跳了。真的吗？姑母，红哥的病真的能治好吗？一定能治好。楠，你真的认识能治好红哥儿的神医？娘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人请来的。顾南走到门口，叫来丫鬟如意。如意小姐，牛比赛，你立刻带上10个家丁，去13家商号，把上半年的账册全部给我收回来。是。然后立刻通知13家商号的所有掌柜以及那个掌事赵勇。通知他们做什么？让他们午后未时来家里见我，一个都不许少。现在我还有一件事要去做。顾家二房，顾南一进门就跪在顾二叔和顾二婶面前。哎呦，这不是侯府世子夫人吗？我们可当不起世子夫人一跪。二叔二婶，往日种种皆是顾南错了，今日我便准备拿回顾家所有的家业，还请二叔和二堂兄助我一臂之力。以后我们顾家3房共同管理顾家的产业。你此言当真？我已经让人在查账了，今日定会夺回顾家产业。别是又想利用我们2房3房吧？我们出人又出力的，等产业拿回来，又一脚将我们踹了。顾家的产业理应由顾家3房共同管理，一笔写不出2个顾字，只有咱们3房拧成一股绳，才能将顾家的产业真正保得住。二叔二婶若是不信我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签下契约。不用看了，我信你。顾二叔将顾南扶起来。老爷，你就不怕人家用完再把你踢了？就算踢了，顾家的产业也在我们顾家人手里。顾二婶气得跺脚，转身离开。不用管你二婶，你三叔那里我亲自去帮你叫。先说说你的计划吧。顾家店铺内，掌柜跑进来跟赵勇说话。赵大管事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世子夫人刚才派人来，把兴威楼上半年的账册都给收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止如此，他还通知我们所有掌柜，午后未时去顾家集合见他。反了他了！赵大管事，以前世子夫人查账都是让咱们把账本送到侯府去，咋今儿突然让咱们去顾家？还能为什么？世子新纳了一房妾，听说十分受宠。世子夫人这是吃醋，跟世子闹脾气呢？闹脾气？他让咱们把账本送到顾家去，就是想提醒世子，别忘了这些商号都是他顾家的嫁妆。原来如此，那这账本咱们送还是不送？送？为什么不送？可是账上怕什么？咱们的账本做得天衣无缝。他一个后宅妇人，连算盘珠子都未必认得全，能看出什么来？就让他看。大管事英明。走，咱们这就去顾家，我倒要看看这位世子夫人究竟想唱哪一出。顾南身旁站着丫鬟如意，赵勇和几个掌柜站在厅中，神态各异。世子夫人，您把我们大伙儿都叫来，不知有何吩咐啊？侯府和铺子里都还一堆事儿等着呢。赵大管事稍安勿躁。顾南拿起一本账册，随意翻了翻，然后啪的一声摔在桌上。赵大管事，我问你，这本是兴卫楼的账册，为何上半年的盈利还不如去年冬日1个月的？回世子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开春雨水多，影响了生意。再说了，做生意嘛，有赚就有赔，都是常事。常事？那我再问你，账册上记3月为修缮房顶，采买木料花费300两，为何我派人去查，城东最好的木料，修实的兴卫楼的房顶也用不了这个价？这世子夫人久居深闺，不懂这里面的门道，采买嘛，总有些疏漏和人情往来，价格自然会高一些。是吗？那我让人把京城所有木材行的老板都请来，咱们当面对质一下，看看这300两的木料究竟是哪家卖的，你敢吗？世子夫人，这点小事，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小事。顾南站起身，将一摞账册猛地扫落在地。你们做的每一本都是假账，贪污的每一笔银子都是我顾家的血汗，我父亲和兄长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敢如此猖狂？世子夫人，你说话可要讲证据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，我们可是侯府的人。证据，我今天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如意，在，去把我们真正的账房先生都给我请出来。常氏、顾二叔、顾三叔一前一后走了进来。世子夫人，这是何意？以后铜铁皮革相关的商号由我二叔掌管，粮油茶马商号由我三叔掌管，剩余的丝绸布庄等商号由我大嫂亲自掌管，你们只需向对应的负责人汇报。世子夫人，
我是世子亲自挑选的人，您这么做可有跟世子商量过？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这顾家的生意到底谁做主。顾南拿起账本一本本砸向地下，一边砸一边说：酒楼进价比批发价高2成，我顾家自有粮油铺，进价只会更低，里外里多出的4成，是喂狗了吗？皮货炮制的失误率高出2成，那2成也喂狗了吗？还有茶楼上好的雪顶寒翠，一年产量不过3斤，我们一个茶楼就进了3斤半，你这账册不是账，是要我们顾家掉脑袋的送命符。众掌柜皆不敢说话。现在还有人不服吗？这时有个老管事站出来说话：老东家遗言，家业由世子夫人做主，只是少夫人毕竟没有管过生耗，我等担心老东家的心血付之一炬。我知道各位的担忧，我嫂子已向我承诺，她会在1个月内拿下朝廷军队的棉衣供应。少夫人真有把握？自然，我一定会在1个月内拿下。若少夫人能成此事，我为少夫人马首是瞻。众掌柜离开，顾南拿出一份契约摆在桌上：二位叔叔把这个签了吧。顾二叔拿起这个契约震惊：这是？顾三叔凑近也看这份契约，独立经营顾氏商号，大哥在世时都没这么放权过。嫂子总管全局，每个月红利和账本交到大房即可。13家商号每月的盈利，2成用来经营顾氏一族建族学，1成资金留作备用，1成分给掌柜们做红利，剩下的6成由我们3房平均分配。你不是真的和世子赌气才这样吧？要是过2天世子把你哄高兴了，你又觉得我们是白眼狼，要拿回去了怎么办？二叔三叔不会有那一天的，有此契约为证，签字吧。顾二叔和顾三叔对视一眼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提笔签字画押。哪儿？侯府那位大管事赵勇是个绵里藏针的人，你这么大的事，连通知都没通知他，只怕他要闹翻天了。我不仅不怕他闹，我就怕他不闹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此事我自有分寸。顾二叔和顾三叔刚离开，常氏就白着脸瘫坐在椅子上。1个月拿下军队的棉衣供应单子，我一定是疯了才答应你。那可是军队的单子，向来都是大布商孙家供应的，咱们的布庄连孙家3成大都没有，拿什么去挣啊？要不我们还是……嫂子还没上战场就要打退堂鼓了。我好歹快30了，怎么还没你这个18岁的小姑子镇定？嫂子放心，我说1个月，自然是有10足的把握。什么办法？快说！嫂子若信我，就立刻去说动布庄掌柜，拿出所有能用的钱去买棉花和粗布，越多越好，最好能调动顾氏所有的银钱去买。买棉花和粗布，现在8月中旬，秋老虎还厉害着呢。都说今年是暖冬，买那么多卖给谁？难道你是想提前给军队准备棉衣？你真有把握拿下单子？嫂子就说买不买吧。买，我这就去说服那些老家伙。我想去报国寺为父亲和哥哥点长明灯，嫂子陪我同去吧。好，明日我陪你去报国寺走一遭。文昌侯府，赵勇跪在谢恒和淮阳郡主面前。世子、郡主、世子夫人他把商号分给了顾家那2房，小人委屈啊。小人倒是没什么，可他这是赤裸裸的打世子和郡主的脸啊！顾南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哼，真以为顾氏商号离了我们侯府能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一群低贱的商户，没有咱们侯府，他们顾家连1个月都撑不了。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顾南就会哭着转头来求我们。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内府监的李伟收了咱们家这么多银子，他亲口保证过，只认咱们侯府的招牌。母亲是说顾家的货，李伟不会收？没错，李伟不认顾家的人，顾家的货就是不合格，货积压在内府监，他顾南收不回钱，就得转头来求我们。你回去等消息，顾家那边坚持不了多久。恒儿，这次顾南回来求我们，你可不能心软，必须让他把我给的银子还回来。他不是回娘家了吗？你就晾他几日，别急着去接。好，都听母亲的。报国寺内，顾南和常氏在佛殿上香。嫂子，抄写佛经我自己来就行，不劳烦你了。左右我也无事，陪你一起吧。这是我的心意。听说报国寺的菊花不错，嫂子去为母亲挑2盆花吧，母亲看着也高兴。那好吧，我去转转就回来。顾南把自己的荷包递给常氏，这是做什么？这个时节蛇虫多，这是我特地配的解毒药，万一被咬了，立刻服下。我是去花园，又不是去后山，哪来的蛇？你给了我，你用什么？嫂子拿着吧。常氏带着丫鬟走远。姑娘，这报国寺真的有蛇啊？你说呢？肯定是真的。你昨天还特地让我去配蛇毒解药。姑娘，我们不会遇到蛇吧？放心，这里没有蛇。姑娘说没蛇，那为什么要给少夫人解药？那解药不是给她的，蛇毒解药不是给嫂子准备的，而是给另外一个人准备的。但这份解药必须要由嫂子交给那个人，这样那人会成顾家的亲。报国寺厢房，顾南抄完经书正要起身，门外响起脚步声。谁啊？哪里来的狂徒？还不快退下！
此处是文昌侯府女眷休息之处。世子夫人，小人赵勇特来向您请罪了。厢房门口，赵勇跪在地上，如花叉腰怒视他。这里是女眷休息的地方，你一个大男人在这儿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分明就是逼迫我家姑娘，再不走，我就叫寺里的和尚把你赶出去。小人也是没办法，我去府上根本见不到世子夫人，才出此下策。夫人可不能冤枉我，我是真心来请罪的，小人真心悔改，求世子夫人告知小人错在何处。顾南从厢房内走出，赵勇见到开始哭。赵大管事，你当真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？小人自问接管顾氏商号后，忠心耿耿，从不敢有半点逾矩，不知到底错在何处。我问你，昨日被我发落的掌柜中饱私囊的事，你可知情？小人从不插手各商号日常经营，也是前些日子才有所耳闻，还没来得及向您禀报。你受我所托，管理顾氏商号，却说不插手经营，此乃失职，一错也。手下掌柜中饱私囊，你知情不报，此乃不忠，二错也。你拿着顾氏的货物私自贩卖，将顾氏的成衣拿到你自己的铺子里卖，打着顾氏的名头，做着自己的生意，此乃窃主，三错也。前两错小人认，可这最后一条纯属冤枉，小人从来没有做过。世子夫人若非要如此冤枉小人，小人认了，请夫人尽管责罚。你以为我只是在诈你吗？小草胡同的永春布庄，3条巷的永春粮油铺子，狗胡同的永春茶庄，当真和你半点关系都没有吗？赵勇听到这几个铺子开始慌了，他自认做的隐秘至极，顾南是怎么知道那些地方的？你以为铺子不挂在你赵家人名下，就没人知道吗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个时间，宣克司的人怕是已经上门去查了。赵勇起身要跑，小狗从屋里窜出，冲着赵勇汪汪叫：“滚开啊！”赵勇正要跑，萧燕和平安出现。平安一脚把赵勇踹倒，小狗趴在赵勇身上，赵勇被吓坏了。救命啊！世子夫人救我啊！是小人不好，小人不该空手套白狼，求世子夫人饶命啊！你这种叛徒就应该让狗咬死！赵勇推开小狗，拔腿就跑。小满回来吧，见过景王殿下，多谢殿下几番相助之恩，顾南记在心里，有机会一定报答殿下。顾娘子，你不知道，怎么哪里都有你？世子夫人打算怎么报答我呢？萧燕见他说不出来，就不再逗他，指着地下的狗问道：“这是你养的狗？”“对，这是我刚养的，叫小满。”萧燕听了狗的名字，脸色极其难看。平安在一旁笑：“名字不错，你就没觉得这2个字有些熟悉？”“熟悉什么？”“算了，我同你生什么气？走了。”萧燕转身大步离开，平安连忙跟上。报国寺外，平安跟在萧燕身后。“殿下，对不住，且让属下再笑一盏茶的时间。”“很好笑。”“殿下费尽心思送顾娘子一条狗，结果人家反手就给狗起了和殿下乳名一样的名字，哈哈哈！小，你敢再笑一声，本王阉了你！”“属下不敢，要不属下去暗示一下顾娘子，让她改个名字。”“不用了，就当本王报恩了。”顾南以为萧燕在气他，只有口头感谢，他现在想到如何报答他，就追了出去。“景王殿下，有事？”“我有事单独跟殿下谈。”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“我想向殿下推荐一位妙手回春的神医。”“神医？你觉得我有病需要大夫？”“不是，推荐他是为了……”“有话直说。”“这个人叫魏少谦，住在南阳府，他善治心疾、头疾之类的顽症。”“本王身边又没有人有心疾。”顾南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前世皇帝就是劳累过度，突发心疾而死，但眼下皇帝没有心疾，这话便不能乱说，说了估计萧燕也不信。听说你父兄皆是心疾过世，侄子也有心疾，你是想让我把他请来医治你侄子？只是本王为何要帮你这个忙？”“那殿下先前为何会帮我？”“自然是因为你也算是本王的。”“我不是殿下的女人，我是文昌侯府的世子夫人，还请殿下不要乱说话。”“世子夫人。”萧燕猛地上前一步，抬手捏住顾南的下巴。“那日你中了药，我被引入你房中时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”“那日是意外，还请殿下忘记。”“忘记？不如世子夫人来教教本王，该如何忘记？本王的技术应该很好啊，你忘得掉吗？”“你梦了，我不是求你非找魏少谦不可，但请殿下务必重视10月初1那日，千万不可让陛下做任何劳累的活动。”顾南用力开掉萧燕的手，转身就跑。“皇兄，魏少谦治疗心疾。”萧燕此时在想这丫头到底想说什么。顾南此时想他已经言尽于此，但愿萧燕能听进去他的话。若是萧燕不去找魏少谦，只能他想法子派人去找了。常氏急匆匆地带着丫鬟快步走来，神色急切地打量着顾南。“小姑怎么独自一人在此处？我听说赵勇来闹事了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我没事，赵勇也跑了，这个时候估计去应付宣克司的盘查了。”他在出发来报国寺之前，就已经委托二叔去宣克司揭发赵勇的不法勾当了。只要宣克司盘查完，赵勇从顾家获得的银子全都可以拿回来。此时他目光越过常氏，看向不远处站着的人，不由面露惊讶。“嫂子，这位是赵三友赵公公，
刚才被毒蛇咬了，幸好有你给的解毒药。他听说要是你配的，坚持要来当面谢你。谢世子夫人和常夫人的救命之恩，咱家记在心里了。来日若有机会，必定赴汤蹈火。赵公公客气了，不过是搭把手的事。您是搭把手，对咱家是性命攸关。咱家在内府监当差，以后顾家有用到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内府监，这可巧了，我们顾家经常和内府监打交道，不知赵公公负责哪一块？咱家为卑言轻，只负责宫里的香烛买卖。赵公公不必自谦，我见公公行事沉稳，来日必有大作为。就像你们内府监的李监正，听说年轻时也只是个小内侍。程世子夫人极言了，咱家不敢和李监正相提并论。我的看法不同，只要发心发愿，自然有心愿达成的一日。我们还要去前殿，就不叨扰了。谢恒刚进屋就打了喷嚏，是不是夜里着凉了？来人，换热茶。谢恒端起桌上的凉茶一饮而尽。母亲，我今天去工部报道，直接被派去修东城门了，跟那些工匠鸡同鸭讲一日，口干舌燥。我儿从小养尊处优，哪里受过这种苦？等过些日子，娘想法子给你换个清闲差事。母亲，听说今儿顾南发落了赵勇，怎么回事？提起这个我就来气。赵勇那奴才管着顾家的生意，做着自家的买卖，他那银子比给咱们的还多。就算顾南不收拾他，我也容不了他。可他毕竟是咱们派去的人，顾南不声不响就处置了，这是在打咱们的脸。我看他就是同你置气呢。家里的事在家里闹就算了，生意上的事他一个女人家懂什么？我暂时不想去接她了，且谅她在娘家几日，不能惯得她无法无天。对，就该这样。你明儿亲自去一趟内府监，让李伟暂且把顾家的货全都压下来。压下来？总要让顾南知道，这2年到底是谁在为顾家出力，顾家赚钱，看的到底是谁的脸面。这2日是顾南重生后最惬意的时光。早上陪母亲吃饭聊天，之后陪小侄子读书，小侄女玩躲猫猫，还把前世打理生意的经验分享给嫂子。姑嫂感情恢复不少，常是神色匆匆从外面回来，脸色十分难看。内府监那边将我们这一批送进宫的布料全都扣下了。扣下了？什么理由？李监正说，近日市面上的布料参差不齐，需要一批一批检查。以前也是一批一批检查的吗？我问了布庄掌柜，他说以前都是赵勇去送货，听说是抽几匹验一验就好了。这分明就是为难咱们顾家。话音刚落，顾二叔和顾三叔一前一后冲了进来。不止布料，内府监把我们前几日送过去的炊具，还有铜鼎什么的，全都退回来了。还有咱们家的马蹄长、马鞍、马档，说咱们家做的有问题。我呸！咱们家做了多少年的这些东西了，怎么就突然不合格了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所有生意都出问题了？顾南听着众人的话，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这是文昌侯府向我们施压呢。文昌侯府和内府监的李伟勾结，逼我们重新用回赵勇。赵勇名声臭了，谢家不会再用他，但施压是真的，想让我们觉得顾家离了侯府就转不动。什么侯府勋贵，行事龌龊，心都是黑的。老三，顾三叔反应过来，下意识看向顾南。世子一直没来接你，这也是在逼你。楠楠，要是世子来接你，又对你百般温柔，你会不会？顾二叔和顾三叔紧张地看着顾南。二叔三叔放心，谢恒会来，但我不会反悔。顾家的东西必须在顾家人手里，我不会让侯府再有任何插手的机会。只要你不反悔，就算内府监施压，咱们也不怕。大不了咱们也给李伟多塞钱，那些阉人图的不就是钱吗？二叔三叔不用担心，此事我自有办法。送走二叔和三叔，顾南又问起尝试收购棉花的事。别提了，我好不容易说动吕掌柜拿钱去买棉花和粗布，今天内府监一扣下咱们的货，他立刻就反悔了。而且马家已经把今年的军队棉衣送进内府监了，我们根本拿不到订单了。嫂子，你信我，我拿了5万两银子给陈丽，已经去收购棉花和粗布了。你再不下手，就只能去京城外面买了。5万两，今年这么暖和，棉花肯定要砸手里，不会血本无归的。但若是今年冬天不是暖冬，而是酷寒呢？绝不可能，这都8月下旬了，热的都不能出门，冬天怎么会冷？你为什么这么笃定？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是父亲托梦告诉我的。公公托梦，真的？好，我信你，我这就去让吕掌柜拿钱，我再把家里能调动的银子都拿出来，一起去买。监正李伟靠在榻上，小太监跪在地上为他捏着脚。伟爷，您听说没？顾家那女人疯了似的在买棉花，还说一定能拿到军队的棉衣单子，她根本不知道棉衣都已经入库了。顾家这回要成全城的笑话了。痴心妄想！你派人把顾家这次进贡的布全都退回去，就说做工不合格，务必让全城人都知道。咱们这么打顾家的脸，侯府那边你懂什么？我们越打顾家的脸，才越能彰显侯府的重要性。侯府巴不得我们这么做。
还是委爷您英明，让谁去呢？让那个扫地的赵三友去。顾家送去的几车货被退回，常氏气得脸色发青。这些布料我一批批验过，到底哪里不合格？还请赵公公给个说法。夫人，这些布料没有任何问题，无奈咱家在内府监人威严轻，实在帮不到夫人，还请夫人恕罪。常氏也知道罪不在赵三友，抿了抿唇，没再说话。咱家告辞。赵公公，请留步，我有一言想说与公公。大厅内气氛沉重，几个掌柜都聚集在此。东家们，今儿咱们布庄有6家客户上门退货，茶行也有客户来退货，说咱们的茶味不正，皮革行更惨，供货商直接提价，粮油行的进货价也翻了1成，这分明是欺负我们。少夫人还把账上能动的钱全拿去买棉花，现在账上没钱，咱们顾氏商号根本撑不住啊！买棉花的事，心意已决，不会更改。若真因此赔钱，无论多少，我用我的嫁妆来抵。这么耗着不是办法，要不是子夫人回去和世子服个软。哼，你们也想让我回去求谢衡吗？胡说什么？我可没那个意思。侯府要有心帮忙，还用你求，分明就是故意的。内府监这么做，只怕有侯府的授意。你回去以后，日子怎么办？家人毫无保留的支持，让顾南心中一暖。这时，丫鬟在门外禀报：世子来接姑娘回府了。我们顾氏商号屹立多年，靠的是皇商这块牌子，不是他侯府。3天，各位给我3天时间，我必然解决此事。顾南说完，转身离开，留下满屋子错愕的人。顾南走出来，看到谢衡缓缓走过来，多谢世子体谅，让我在娘家多住了2日。因为岳母身子不好，你多留2日也是应该的。既然世子来了，我们便回侯府吧。按规矩，我应该向岳母请安的。不必了，我母亲刚卸下，世子去了反倒打扰。再说内院只有女眷，不方便。既如此，便直接回家吧。文景侯府南山堂内，淮阳郡主端坐着一脸兴师问罪的表情。赵勇那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派人回来说一声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侯府想霸占你顾家财产呢。婆婆息怒，事发紧急，我本想着从报国寺回来亲自禀报婆婆的，谁料赵永进胆大包天，去报国寺堵我。是我识人不清，叫你来是想问你家里的生意一切可还顺当？若是有需要侯府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倒确实有件事需要婆婆帮忙拿个主意。什么事？你说说看。我娘家如今在买棉花，婆婆不如侯府也出些银子一起买，到时候赚了钱，咱们侯府定能分得不少。买棉花，你说的就是这件事？对啊，不然婆婆以为是什么事？钦天监都说了，今年是暖冬，你听谁说会很冷？家父托梦给我说今年冬天很冷，托梦岂能当真？算了，侯府就不凑这份热闹了。可是，行了，没什么事你就下去吧，我跟恒儿还有话说。顾南离开南山堂，留谢衡在这。母亲，要不咱们也买些棉花？万一岳父托梦是真的呢？哼，胡说！你父亲死3年了，也没见他给我托过一次梦。如今外面都在嘲笑顾家，咱们跟着插一脚，让人家也嘲笑咱们侯府傻吗？是，母亲，儿子想把瑞哥接进府里，云上日日以泪洗面，儿子不放心，趁着顾南现在有求于我们，正是接瑞哥进府的好时机。你说的没错，眼下是个好时机。听说顾氏商号账上快没有钱了，我倒要看看顾南能牙硬到什么时候。第2天，顾南来请安，一进门就看到怀里抱着个小男孩。谢衡与孟云上一左一右守在两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孩子。祖母这里的点心真好吃，以后祖母这里的点心都给你吃。孟云上抬头看见顾南，脸色一白。世子夫人来了，见孟氏向世子夫人请安。上一世，顾南视谢瑞如己出，换来的却是谢瑞说：“我根本不想做你的儿子，我从来没喜欢过你。”他不明白自己尽心养大的孩子为何会恨他，直到死前他才知晓真相，明白谢瑞从骨子里就坏透了。给婆婆请安，瑞伦，她以后就是你的母亲了，快磕头叫母亲。谢瑞跪在地下磕头。哪里来的孩子啊？你自己没有娘吗？怎么叫我母亲？哎呦，看着倒是与世子有几分相像呢。这不会是世子在外面和哪个野女人生的吧？看他年龄的有4、5岁了，那时我和世子还未成亲呢。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脸色大变。孟云上渲然欲泣，谢衡脸色铁青。郡主让人把谢瑞带下去。胡说什么？这孩子的父亲是侯府的恩人，3年前为侯爷挡箭死了，他母亲病逝，将孩子托付给侯府，我们不能不管，所以想记在你名下养着。顾南，你不会连这点小事都不同意吧？在我名下，那便是我和世子的嫡长子，将来是要继承侯府的，不是世子亲生的。将来继承侯府，婆婆不怕谢家祖宗指着鼻子骂吗？你说什么？母亲也是一番好心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别说家产，就是他想袭爵，我也不会有二话。可我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明明是嫡长子，却被一个外人占了位置，这不公平。什么外人？他也姓谢，
是恩人的儿子，就是我的儿子。哼，既是恩人，不知他父亲是谢氏族里的哪位？我打理侯府3年，怎么从未听说过要拨钱给他们母子？是老家那边的族人，你没见过？这几年也都是从我这里拿私房钱给他们母子。我主意已定，明日便开祠堂，祭族谱。你同意也罢，不同意也罢，你以后就是瑞哥的母亲了。世子这是要按头逼我认儿子，若我执意不肯呢？一个不被嫡母认可的孩子，他将来如何在世家中立足？顾南，叫你来商量，是给了你体面，你别太过分。我平白多一个儿子分我的财产，还不能不同意？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世子要报恩，收他做养子一样是报恩，为何偏偏要让他做嫡子？你好了好了，恒儿，你先去休息。谢恒和孟云上离开。好孩子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夫妻过日子，总要有人退一步。咱们女人就该心胸宽广一些。那你们怎么不退？家和才能万事兴啊！要过继也可以，签字保证他不分我的财产和嫁妆，我的东西全要留给我亲生的孩子。淮阳郡主见顾南油盐不进，就换个说辞。我听说内府监近日将你们顾家的货都退回去了。顾南脸色微变。顾家毕竟是你的娘家，你总不希望顾氏商号就这么毁了吧？那是你父亲一生的心血，我派人去帮顾家打点，你呢也别一口咬死不同意。哼，我没办法像婆婆这般容易退让，儿媳告退。顾南转身离开，谢恒看顾南走了，来到南山堂。给脸不要脸的贱人！他执意不肯，咱们怎么办？哼，左右瑞哥儿已经接进来了，再等等看。听说这个贱人扬言3日内解决问题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解决问题。次日，顾南来请安，他提出要回顾家一趟。婆婆，儿媳想再回一趟顾家。你已是侯府世子夫人，哪有天天往娘家跑的？昨晚我仔细想了婆婆的提议，觉得不无道理。顾家正是艰难的时候，我回去和长辈们商议一下。既如此，你便回去吧，好好把利弊分析给他们听。若不是亲家关系，我们侯府断不会插手商贾之事。我还以为他真有什么绝招，到头来还不是要靠咱们侯府。世子夫人就是想让您多疼她罢了。去告诉世子，准备瑞哥儿上族谱的事，等顾南回来，立刻就办。顾家大厅中，众人焦急地等待顾南给他们个交代。世子夫人，今儿就是第3天了，您到底有什么法子？内府监再没说法，咱们商号就撑不住了。吕掌柜，咱们一共收了多少棉花和粗布了？哎呦，我的夫人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怎么还有心情关心这个？已经砸了10万两银子，收了足足200万斤棉花，仓库都快放不下了，还收吗？接着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顾家众人面面相觑，觉得顾南疯了。世子夫人，您倒是先说怎么度过眼前的难关啊！等什么？皇帝和萧燕正带着小太子练习射箭，太子一箭射中稻草人，随着箭被拔出，稻草人破洞里飘出一片片白色絮状物。三叔，你看，有絮飘起来真好看啊！皇帝与萧燕的目光同时落在稻草人身上。这稻草人是谁给你做的？儿臣让内府监送个新的箭靶来，他们今儿就送了这个。萧燕叫来平安，去内府监走一趟，问问稻草人是谁扎的，把人叫过来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平安回来，后面跟着赵三友。赵三友见到皇帝跪地请安，奴才赵三友参见陛下。太子的稻草人是你扎的，上面的夹袄哪里来的？陛下恕罪，这夹袄是奴才从库房。说实话，不然朕砍了你的脑袋。奴才昨日盘点库房，准备往兵部发送夹袄，趁李监正不注意，拿了一件出来。你是说库房里都是这样的夹袄？你结扎稻草人的事，是想告诉陛下，库房里都是这种柳絮棉衣？奴才偷偷查看过，10件里有9件都是柳絮填充。奴才人微言轻，不敢贸然揭发，才想出这个法子，还请殿下饶命。皇兄，看来内府监的监正胆子不小。老三，你跟朕一起去内府监，朕要亲眼看看。内府监，监正李伟正悠闲地喝茶，看到皇帝来，赶紧起身。奴才参见陛下，谨望殿下。话未说完，萧燕拔刀而出，李伟浑身一软，瘫倒在地。来人，将内府监一干人等全都拿下。老三，你亲自审问，就在这里审。是李伟，他与皇商马家勾结，底子充好，不止马家，文昌侯府也送了他好处，所以他才故意把顾家的货都退了。李伟，你可知罪？来人，给我重重的打，打到他认罪。几板子下去，李伟皮开肉绽，哭喊着全招了。皇帝的目光落在角落的赵三友身上。赵三友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内府监的监正了。当务之急，你要赶紧另外寻一家皇商，务必在2个月内把军中将士的棉衣全都做好。奴才叩谢圣恩。赵三友内心狂喜，一切都在谢世子夫人的预料之中。顾家大厅，如花从外面进来。姑娘出大事了，姑娘，宫里传来消息。
内府监李伟贪赃枉法被抓起来要砍头了。还有皇商马家做的军医有问题，家主也被抓走了。还有啊，新上任的内府监监正来咱们家了。马家完了，红衣的单子肯定是咱们的了。世子夫人，您让我们提前采购棉花和粗布，原来是早就算好了。新上任的监正来咱们家了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件事？是不是？咱们一起出去听听不就知道了。嫂子如今是总管事，嫂子前面请。常氏带领顾南以及众人来到院子里，赵三有在院子里等着。赵公公，新上任的监正是您，恭喜赵监正高升，顾家有失远迎。常少夫人是咱家的救命恩人，可不敢受您的礼。李伟已被治罪，顾家的货品质量，咱家最是信任，还请各位即刻将先前退回的货品送回内府监。从今往后，每月盈利分1成红利给各位掌柜，顾家还会建族学，各位的子孙后代皆可入学。众人散去后，院内只剩常氏与顾南。那日你去报国寺，非要塞给我解毒药丸，其实是冲着赵三友去的吧？我哪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不过是凑巧罢了。真的是巧合？当然不是巧合。嫂子，这说明咱们家和赵公公有缘分。我听说谢恒接了个孩子回府，要养在你名下，继做嫡长子，他安的什么心？那孩子不会是他在外面的野种吧？嫂子放心，只要我不同意，这事成不了。我先回府了。小姑，嫂子还有事，这些日子多谢你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嫂子不用说谢。你若是下定决心和离，嫂子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带你回家。带你回家这4个字，仿佛重锤一般狠狠砸在顾南心上。前世因为他一意孤行，根本没有和离的能力，更别说回家了。万幸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。多谢嫂子。小姐，听说今儿是景王殿下亲自审的李伟，打得皮开肉绽呢。景王殿下真是大快人心，那个李伟糟蹋了好多小姑娘呢。萧燕怎么会掺和到这件事里？他知道这里面有自己的谋划吗？殿下，您和顾娘子真是心有灵犀啊！属下还担心顾家3日之期一到就要完了，没想到您进宫就是去解决内府监的人。什么意思？什么3日之期？殿下您不知道，顾家的货都被退了，账上没钱。顾娘子说3日内一定解决，没想到是殿下您帮着解决啊！殿下，你什么时候和顾娘子私下又勾搭上了？属下竟然不知。3日之期？你说他还买了许多棉花？是啊，京城周边的棉花都在他手里了。听说文昌侯府那边还用内府监的事威胁顾娘子呢。这下好了，他们的脸估计都要被顾娘子踩在地上摩擦了。那丫头有点意思，你派人去远一点的地方，也去买些棉花备着。殿下，咱们买棉花做什么？让你买你就买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属下都懂，话本里都说了，这就叫为爱发癫，无条件支持心上人做。你再多嘴，我真的要阉了你！我不说了，属下告退。萧燕站在原地，不知道顾南买这么多棉花到底想做什么。他略一沉思，就进了宫。皇宫内，萧燕正递给皇帝一个奏折：皇兄，臣弟要弹劾文昌侯府世子谢恒，勾连内府监，图谋妻子家业。你不帮朕批阅奏折，反而还给朕增加工作，朕终究是错付了啊！要不臣弟自己批了这道折子也行。上次说他不堪大用，这次说他唯利是图，自私自利，也不知谢恒如何得罪了你，你对他印象这般差。分明是他自己人品差，存在就是碍眼。好了，朕准了。臣弟这就去司礼监，挑个能说会道的太监去一趟文昌侯府。文昌侯府祠堂内，淮阳郡主谢恒、谢瑞站在一起，孟云上在一旁，温柔地为谢恒整理衣襟。淮阳郡主看到顾南回来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快过来，瑞哥，给你父亲、母亲磕头敬茶。慢着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你难道不在乎顾家的生意了？我当然在乎，只是婆婆还不知道吧？内府监的监正李伟皆被陛下免职下狱了。新上任的监正已经亲自去了顾家，让顾家把货都送回去了。哎，看来以后顾家的生意用不着侯府操心了呢。这不可能！我思来想去，觉得将谢瑞记作嫡子十分不妥。他是恩人家的孩子，若记在我名下，以后只祭拜我和世子，他亲生父母却不得香火。婆婆，咱们这是活生生让恩公家断了香火，这哪里是报恩，分明是报仇啊！淮阳郡主和谢恒震惊、愤怒又难以置信的扭曲表情，顾南则笑意盈盈，眼神冰冷。你，婆婆，家和才能万事兴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啊？顾南将淮阳郡主昨日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。这么说，你坚持不同意让瑞哥儿继做你的嫡子了？我这是为世子好，瑞哥是侯爷恩人的儿子，我们怎能断了恩人的香火？世子是有名的孝子，定然做不出这种有违孝道的事，对不对？恒王，瑞哥儿这孩子聪明伶俐，只记做养子，是不是太委屈他了？哼，孟姨娘，什么叫委屈？难道聪明伶俐就能抛弃亲生爹娘？人的命生来就是注定的，这是孝道，是大义。
胡说，瑞根的命好着呢。胎出生的时候，算命先生说他云上。奇怪，孟姨娘又不是瑞根的亲娘，怎么知道她出生的事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才是瑞根的亲娘呢。你胡咧咧什么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还不赶紧退下！彭郎，你不能这样。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，就将谢瑞以养子的名义记在家谱上吧。仪式完成，谢瑞向顾南和谢恒磕头改口后，淮阳郡主就向顾南发难：瑞哥儿既叫你一声母亲，你就要好生教养他。婆婆说的是，不如我亲自挑几个可靠的人伺候瑞哥儿。不用了，人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倒是有件事，瑞哥儿该启蒙了。我听说周老先生如今在环山隐居，你替我去将周老先生请来。周老先生，陛下想请他教导太子，他都没答应。咱们侯府要请他做西席，只怕很难。你还没去请就开始推脱，分明是不想用心。瑞哥儿是你的儿子，他好了，你脸上也有光。好吧，婆婆既然这么说，我便试试。只是成与不成，可不是我能说了算的。我就知道你是好的，你姐去请，若是不成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顾南离开祠堂，祠堂里郡主和谢恒说话：你也是，请哪个先生不好，非要请一个脾气又倔又硬的老头子，万一请不来，还不够丢人的。母亲，周老先生是3朝元老，顾家有的是钱，万一顾南真把他请来了，咱们瑞哥儿就成了他的关门弟子，将来入朝，关系遍地都是。既如此，便让他去请，反正花的也不是我的银子。什么银子？婆婆在说什么？顾南去而复返，站在门口看着这对母子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世子和婆婆，听说陛下命景王严查李伟呢。我回来的路上，看到禁卫军已经将皇商马家包围了，说是马家背地里输送幼女给李伟。李伟如此看重咱们侯府，不会咱们侯府也送过？胡说什么？咱们可没做过那糟践人的事。此时淮阳郡主已经慌到不行，没送就好。顾南转身离开，留下淮阳郡主与谢恒面面相觑。母亲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将一切都推到赵勇身上了。儿子这就去写折子，你让人去将赵勇处置了。好，动作要快。母子俩急匆匆走出祠堂，准备分头行动。刚走到院子里，张妈妈冲进来：宫里来人了，狮子快去看看吧。谢恒脸色一变，和淮阳郡主匆匆去到前院。前院里一个太监等在这。公公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他掏出荷包递给太监，太监不接。奉陛下圣命，特来传口谕申斥谢世子，世子跪下听训吧。谢恒跪下听训。朕听闻世子谢恒勾连内府监李伟，以幼女和金钱利诱之，意预谋其妻家业。谢恒此举，为人臣子祸乱朝纲，为人丈夫利欲熏心，小人之行也。谢世子稍等，陛下还有一句话没骂完呢，混账王八蛋，好自为之吧。如果说先前那些文绉绉的骂人之语是打他的脸，这句混账王八蛋则是毫不留情地将他的脸皮扯下来放在地上猛踩，还是被一个太监翻来覆去的踩。旁边的淮阳郡主则两眼一翻，一头栽到地上晕了过去，下人将他抬下去。谢恒之罪，但送幼女一事着实和侯府无关，乃是先前的管事赵勇所为，我已处置了他。至于谋夺妻子产业，更是没影的事，还请公公在陛下面前。谢恒掏荷包给太监，太监收下。好说好说，咱家也是代陛下传口谕，得罪之处还望世子海涵。多谢王公公，我这就上折子向陛下陈述。送走太监，谢恒再也忍不住内心火烧火燎的痛苦，噗一声吐了一口血。谢恒被陛下申斥的消息传遍了京城，谢恒自觉丢人，窝在书房里不出门。淮阳郡主气得头晕眼花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整个文昌侯府气氛一片凝滞，只有松雪堂里笑声阵阵。姑娘，你是没看见王公公骂出那句混账王八蛋的时候，世子的脸涨得比猪肝都红。世子可是当着祖老和司礼监王公公的面亲口保证，不会觊觎顾家的产业。少夫人今儿一早派人送信，说陛下已经准许今年军中的冬衣由顾家来做。你留意着嫂子那边的信，有需要帮忙的，立刻回我。是，那咱们是不是该收拾姑娘的嫁妆铺子了？里面可有不少侯府的人。通知长着我嫁妆的掌柜们，让他们明日来见我。姑娘，陈丽来了。哎呦，她拿的这是什么啊？陈丽左手举着一个缸，右手提着一大块猪肉。你买这猪肉做什么？姑娘可不吃。陈丽将缸放在地上，捧着猪肉看向顾南。是我吩咐他买的，不错，交给厨房先煮熟了。姑娘，你有炼油吗？酿酒。酿酒？用肥猪肉酿酒，那酿出来的酒能喝吗？等酿出来，第一杯先给你尝尝。我才不要，万一都是猪油味怎么办？张妈妈进来禀报，世子夫人，郡主请您过去一趟。好，我这就过来。郡主躺了2日，孟姨娘和瑞哥日日去伺候，热闹得很。叫您过去，肯定是问请先生的事呢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
文景侯府南山堂内，淮阳郡主躺在床上，谢巧玉、孟云上、谢瑞都在。瑞哥儿祝祖母能快点好起来，健康长寿。哎呦，我的心肝肉，我们瑞哥儿就是聪明。以前妾闲着无事，便教瑞哥儿读诗，世子也常教导他。你识文断字，瑞哥儿被你教得很好。妾惶恐，也怕耽误了瑞哥，所以才着急让他进府。有世子和郡主在，瑞哥儿总能找到好先生。此事我已经交给顾氏去办了。祖母，瑞哥儿只信祖母的眼光，祖母去为瑞哥儿请先生吗？好孩子，先生是你父亲和祖母挑的人，只是让你母亲出面去请罢了。若母亲请不来怎么办呢？若真请不来，祖母再帮你想办法。婆婆叫我过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我身子不中用了，这个家还是得你来管着。婆婆，我正要忙着为瑞哥请先生，怕是没时间管家，不如让小姑来管吧。她已及笄，正好学学管家。嫂子说得对，母亲，我来管家。就你，母亲，你瞪我做什么？难道你觉得我管不好家？谢巧玉满脸不服气，淮阳郡主气得心口突突疼，暗恨自己怎么养了这么个蠢货闺女。既然小姑也有管家的意愿，母亲就放心交给她好了。母亲，你就让我试试嘛，我肯定能行的。交给你管行了吧？说正事，你准备为周老先生准备多少束修？束修6礼按规矩备：芹菜、莲子、红豆、红枣、桂圆各10斤，10条腊肉，外加2斤我亲手酿的酒。送自己酿的酒，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？景先生，最重要的是心意要成，亲手酿的更显心诚嘛。束修呢？你准备1年给多少？一般人家是600到800两，我想着咱们出到1000两，婆婆觉得如何？1000两那怎么行？我听说有人出8000两他都不应，至少也得1万两。就这么定了，你准备1万两银票出来，尽快送过去。1万两是不是太多了？你不能只看眼前这点银子，要将目光放长远些。瑞哥儿是你的孩子，瑞哥儿有出息了，你这个母亲脸上也有光，他将来也会孝敬你的。他可不稀罕谢瑞的孝敬。既然婆婆这般说了，那便准备1万两吧。瑞哥还不赶紧谢过你母亲？多谢母亲。起来吧，你好好跟着先生读书。你眼下年纪小，不懂规矩，等请来了先生，一定要用心学规矩礼仪，懂孝道伦常，也不枉费我用心一场。顾氏，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，都是自家人，别弯弯绕绕的。你既已上了我的族谱，便是我顾南的养子，按规矩，你怎么连着几日都没来向我问安？谢瑞下意识地转头去看孟云上。你这孩子，母亲和你说话，怎么总看孟姨娘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孟姨娘才是你的母亲呢。这几日郡主不舒服，小公子对妾有了2分依赖。笑话，他是侯府的小公子，怎么不信任祖母派的人，反倒信任你一个妾室？孟氏，你是暗示婆婆派的人不尽心吗？妾说错话了，请世子夫人责罚。谢瑞见亲娘下跪，急得要去拉她，却被谢巧玉一把抱住。嫂子，你向来宽厚，肯定不会计较的。小姑你错了，治家要有功当赏，有过当罚，不然如何立威？孟姨娘身为贱妾，不敬主子，有违孝道，罚你掌嘴10下，自己动手吧。清脆的巴掌声在屋内响起，谢瑞眼中满是愤恨。够了，不许当着孩子的面。婆婆，瑞哥进府几日，对一个妾室都比对我这个母亲亲近，我怕她被带坏了，总不能只让我出钱请先生，却不给我一点做母亲的脸面吧？这明摆着养不熟，我为何要费心费力？是我忘了教导瑞哥儿去给你请安。淮阳郡主只能忍气吞声，哄着谢瑞，让他日后记得去给顾南请安。这是给你的见面礼，早年你外祖父出海寻得的稀罕物，拿去玩吧。这是传闻中的琉璃瓶。正是，瑞哥儿喜欢吗？喜欢。谢瑞的眼睛里只有琉璃瓶，完全将旁边哭泣的孟云上抛在了脑后。这一个就要4、5千两银子，你母亲平日里爱惜的很，竟然舍得给了你，快谢过你母亲。儿子谢母亲疼爱，我向嫂子要过好几次，嫂子都不舍得给，如今竟然将琉璃瓶给了瑞哥儿。瑞哥儿是你侄儿，你做姑母的难道还吃侄儿的醋不成？谢瑞抱着琉璃瓶爱不释手，孟云上看着这一幕，心如刀割。谢巧玉也死死盯着琉璃瓶，眼中满是嫉妒和不甘。文景侯府松雪堂内，谢巧玉正拉着顾南袖子撒娇：“嫂子，明天是我第1次管家，我怕压不住下面那些人，你就借我2件新衣服穿穿呗。”谢巧玉说着，便径直走向衣柜。站住！嫂子，你不想借就直说，我也不是那般没脸没皮的人。你一个做小姑子的，怎能不经允许就在嫂子房里乱翻东西？知道的说我们姑嫂关系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来偷东西呢。这里又没外人，哪有那么多规矩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管家3年，
下人为何心服口服？因为我自己立身正。那你到底借不借？你是我嫂子，总不能看着我穿旧衣裳被下人笑话吧？不借。你现在这么小气，这么自私，我要去告诉我哥，我哥最疼我了，他一定会让你把衣裳给我的。随便，正好让你哥来评评理。你说借，那先前借的衣服首饰是不是要还回来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吗？如意跑进来，掏出一个小册子，来了。二姑娘一共从我们姑娘这里借走金镶玉头面1套，絮玉镯子1个，还有顾南，你欺人太甚，你给我等着！谢巧玉打断如意说话，哭着跑了出去。好，如意记得很好，以后继续。奴婢以后随身带着炭笔，把所有欠姑娘的都记下来。好志向，我这个做主子的也不能落后，要努力把欠我们的都讨回来，不管是钱还是命。谢恒沉着脸走进松雪堂，是来质问我为何不借衣裳给小姑的。不是什么大事，是巧玉任性惯了。衣裳首饰本就是你的，借与不借，自然你说了算。哦，我并未生气，也没误会你。在看什么书呢？一本游记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这种书了？一直很喜欢，只是世子不曾了解罢了。顾南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？我知道云上的事惹得你心里不痛快了，我们是真心相爱，只是母亲觉得他门第太低，所以世子才娶了我。你们相爱，与我何干？为何要把我拉进你们中间，做你们相爱路上的绊脚石？这对我公平吗？我没想过伤害你，我既然娶了你，就会爱重你，给你世子夫人的体面。所以世子到底想说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还像以前那样生活，好吗？世子觉得你以前很爱重我吗？以后我会敬重你的。谢恒，你明明有心上人，当初为何还要求娶我？顾南眼中含泪，一字一句的质问。成亲3年，你可曾爱过我？你知道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书院读书，以后我会多花时间陪你。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做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，好吗？好。天色晚了，摆饭吧，我饿了。这个时间小厨房已经把饭做好了，都是紧着我的口味做的，怕是世子不喜。你能吃的，我自然也能吃的。身为丈夫，我应该迁就你的口味。谢恒在顾南那里吃饭，却都是他吃不了的。他狠狠瞪了顾南一眼，拂袖而去。谢恒生气地站在院子里，谢巧玉走过来，哥，你和顾南打架了？你连个女人都打不过？没打架，别乱说。没打架，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，好像被狗追了10里地似的？我累了，你回去吧。你到底和顾南怎么说的？他答应给我衣裳了。他的衣裳都穿旧了，自己去街上做新的。可是人家就喜欢他那些云锦的衣裳，云锦有多贵，你知道吗？顾南的布庄里不就有吗？你让掌柜送来就是了。以前他管家，嫁妆铺子的收益都交到府里，现在他不管家了，掌柜怎么可能还往家里送？谢恒心里忽然觉得更加烦躁了。顾南到底想做什么？就算是埋怨他，和他生气，也该有个分寸才是。文景侯府松雪堂内，2个掌柜站在堂下，向顾南禀报：姑娘，谢二姑娘今儿上午去布庄，拿走了1匹妆花云锦，1匹织金料纱，说是您同意的，小人不敢做主，和她发好大的脾气。姑娘，谢二姑娘挑了一整套男足头面，2对羊脂玉镯子，还有些小玩意儿，粗算下来值1万两银子。如意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开始记账。他怎么不去抢？姑娘，这不能忍，咱们去找他要回来。怎么样？去了也只是落个长嫂不贤的名声，世子和郡主那边还压着呢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占便宜？不用，以后谢巧玉要拿什么就给他什么啊。但有一点，拿东西必须写借条，让他签字画押摁手印，然后东西让他拿走。就这么任他拿走？对，所有铺子都一样，签了借条，什么都可以拿。掌柜们离开。姑娘，只让他签借条有什么用？他又不肯还。别急，他不是爱借东西吗？那就让他借到底，他会明白，借来的东西不仅要还，而且还得伤筋动骨的还。姑娘已经有主意了，你就放心吧。知我者，如意也。陈丽来到松雪堂，站在顾南面前。顾呢？您先前给的5万两银子已经全部买成了棉花和粗布，正在缝制冬衣。很好，叫你来是为另一桩事。姑娘请吩咐。你去街上找个可靠的牙行，把我所有的嫁妆铺子都卖了。卖嫁妆铺子？对，全部卖了。没问题，姑娘放心，小文这就去办。陈丽离开，如花和如意都面露忧色。姑娘，那些铺子可是您的嫁妆，真要卖了啊？你家姑娘我是那种坐吃山空的人吗？卖了也好，省得那些人日上门占便宜，恶心人。2日后，陈丽回来复命。姑娘，您的铺面都是黄金铺面，很多人想买，有一个主顾最大手笔，要同时买下您的6家铺面，出的价钱也很公道。哦，只是那主顾想当面和姑娘再谈谈。约明日上午4时在兴卫楼相见。
顾南推开门，看到里面坐着的人，下意识就要退出去。见到本王，怎么跟兔子见到鹰似的？怕本王吃了你，有胆量算计内府监，插手朝廷官员，却没胆量面对本王。是你自己进来，还是本王把你拎进来？顾南吓了一跳，连忙进去。关门，还是开着吧。话音刚落，萧燕手臂一抬，一阵风过，房门啪嗒一声关上了。你就打算站在门口与本王谈生意？顾南缓缓走到他对面坐下，萧燕忽然轻身过来，长臂朝他伸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以为上次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按辈分，我当叫你一声景王三叔。三叔，请您自重，我今日来是谈生意的。为什么要卖嫁妆铺子？谢家人欺负你了？顾南听出话里透出的关切之意，不知为何，心中突然涌起一层委屈。他抿着嘴没说话。在我面前，你无需隐忍。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我自己能应付。说说买铺子的事吧，6个铺子，10万两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顾南说了自己早就想好的条件。是个聪慧狡诈的丫头。看来本王不必过于担心你被欺负了。王爷谬赞，价钱方面我可以再降。不用了，就10万两，现在就可以签契约。王爷不用再考虑一下价钱吗？不用。1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三叔可以随时反悔。毕竟世子夫人和我也有过一场深入浅出的关系，我不会反悔的。顾南羞得面红耳赤，萧燕嘴角勾着一抹邪魅的笑。还要一口一个三叔尊称我吗？他都能将你送到本王床上，这种人渣，你还要认他做丈夫？当然不。既然早晚会分开，为何还要随他视我为长辈？王爷不喜欢被人称呼为长辈。本王倒是不介意，只是你每叫一声，我就总忍不住会想起世子夫人那日的热情。殿下，萧燕不再逗他，叫牙人签好契约。之后牙人带着契约离开。顾南，合作愉快。殿下，合作愉快。殿下可曾派人去南阳府寻找魏少谦？我的人说他不在南阳，你放心，我亲自去趟南阳，一定会尽快将人带到顾家。麻烦殿下了。顾南说完就离开了。平安出现，殿下已经把顾娘子的嫁妆拿到手了，什么时候把人也……胡说什么？本王出钱买他的铺子是不忍他为难，是为了报恩。对了，你最近留意一下文昌侯府的帖子，若是有宴请，就接下来。文昌侯府的帖子，殿下怎么知道文昌侯府要办宴会？文昌侯府南山堂，淮阳郡主拉着顾南的手，满脸笑意。我想办一场赏花宴，之前3年，你和恒儿都守孝，府里不便举办宴会。赏花宴？没错，你和恒儿都出孝了，是时候热闹一下了。一来将瑞哥儿正式介绍给各家认识，二来嘛，巧玉也该一亲了，正好借这次机会给她相看相看。母亲，我身子不适，你妹妹刚管家，不懂办宴会的事，这赏花宴还是要你帮着操办。应当的，只是要宴请哪些宾客？淮阳郡主递给顾南一份名单，照着这份名单发帖子就是了。顾南看到名单，第一个面露惊讶。安郡王府，婆婆要请安郡王府的世子，咱们府上和安郡王府来往不多，贸然下帖，怕是……你不用担心，太后就快回京了，有太后在，他们得给咱们家面子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想帮巧玉相看的，正是安郡王府的世子萧逸。安郡王府世子妃谢巧玉，你今生怕是没有这个命了。请了安郡王府，却没请景王，是不是有些不妥？要不要给景王府也发张帖子？那就给景王下张帖子吧。左右咱们请了，人家也未必肯来呢。正是这个道理。转眼就到了赏花这日，萧燕哥哥，文景侯府里热闹得很。文景侯府花园内，各家小姐夫人都在赏花。这时下人禀报萧世子来了。小姑，世子来了，真的。谢巧玉正要上前，传来一阵笑声，是叶重阳出现，一脸嬉皮笑脸。谢二姑娘让我好找啊。你是谁？找我做什么？人群里有人说道。是安郡王府的大公子。什么安郡王府的大公子？我早已经切了原名不用，如今我叫叶重阳。谢世子夫人叶某和谢二姑娘有些私账，需要在这里算一算。今日是文昌侯府举办的赏花宴，叶大公子的事情不如另外找时间再说。也行，谢二姑娘，我们私下再约。谁要和你私下约？谢巧玉看到萧逸走过来，赶紧又解释，生怕被误会。叶大公子，我和你从未见过面，更没有什么关系。你有什么事当面说清楚，不必遮遮掩掩。这可是谢二姑娘自己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有话直说。叶重阳从怀里掏出一沓纸。是这样的，这些日子谢二姑娘在我家铺子里借了那么多东西，还请你把先前欠的账一块都结了吧。胡说，我什么时候去你家铺子里借东西了？谢恒沉着脸走过来。叶大公子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这就是证据啊！9月初4，借妆化云锦1匹，织金纱料1匹；9月初5，剑南竹头面1套。你胡说，这些都是从我嫂子嫁妆铺子里拿的。你的布料可是从好6街的织云坊拿的，你的头面可是在金玉坊拿的。那是我嫂子的铺子。
那些先前是你嫂子的铺子没错，但现在铺子是我的了。早在上个月，我就已经把它们全都买下来了。谢巧玉绝望地看向顾南，嫂子，你们又卖铺子，对不对？之前家里着急用钱，我确实托牙行把铺子都卖了。谢巧玉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谢二姑娘，你借去的东西一共值2万两，还请结一下账吧。2万两？怎么可能？这不怪我，我不知道嫂子把铺子卖了啊。你卖铺子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？顾南，你是不是存心看我出丑啊？那是我的嫁妆铺子，卖铺子也不是什么光彩事，我没必要告诉你吧。小姑，你为什么要去借呢？为什么不用钱去买呢？是因为没钱吗？不应该啊，咱们家如今是小姑管家，你手上怎么会没钱呢？叶大公子，今日为何要故意搅乱我家赏花宴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谢二姑娘，你不会以为那还是你嫂子的铺子？签字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还吧？淮阳郡主沉着脸匆匆赶来。住口！母亲，今日的事一定有误会，还请叶大公子给老身一个面子。若真是侯府欠钱，绝不赖账；但若是你设套诓我侯府，我定要去太后面前讨个说法。郡主这话我不认可。谢二姑娘已经亲口承认，铺子如今也是我的。不信，账单在此，一共2万两，还望郡主今日就把账清了。淮阳郡主看向顾南，别愣着了，赶快拿2万两银票出来。嫂子刚卖了铺子，手里定然有钱，还请嫂子帮我这个忙。不是我不肯帮，实在是卖铺子的钱我都用来买棉花了，我手里如今连100两都没有了。你说没钱便没钱吧，前些日子你才从我这里拿走了5万两，却没想到。婆婆有话还是说明白的好，我拿走的5万两是您先前从我这里借的嫁妆，那是您还我的，可不是我拿的您银子。淮阳郡主气得嘴角直抖。就在这时，对面忽然发出一声凉凉的嗤笑，萧燕背着手慢悠悠地走过来，气势不凡。怪不得陛下传旨申斥呢。谢恒侄儿啊，你家里人行事如此无状，可见是你平时约束不力的结果。景王三叔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借条是人家伪造的。不是。你妹妹是被人逼着去借的。不是。用不用本王掏钱帮你把债还了？不用，母亲还钱。淮阳郡主只能吩咐张妈妈取了2万两银票给叶重阳，当场销账，童叟无欺。欢迎谢二姑娘以后常来。叶重阳笑着离开，萧燕拍了拍谢恒的肩膀，也转身走了。一场宴会不欢而散。安郡王侧妃走过来，面有不悦：“郡主，咱们先前说过的事就当没说过吧，告辞。”侧妃，咱们说好的呀。这么爱占人便宜、四处借账的姑娘，我们可不敢娶回去，怕被败家呢。安郡王侧妃说完，转身离开了。谢巧玉大哭：“母亲，我可怎么办啊？我只想嫁给萧世子啊！”仁景侯府南山堂内，淮阳郡主怒气冲冲，指着顾南鼻子骂：“你给我跪下！”顾南抿了抿嘴，默默跪了下来。好好的嫁妆铺子，你为何一声不吭就卖了？你是不是联合叶重阳，故意设套来害巧玉？你的心怎么这么自私狠毒啊？卖铺子是为了买棉花，此事我曾向婆婆提过。还真相信你父亲托梦。疯了！就算是卖铺子，你也不该当着那么多人面说巧玉借你衣裳的事。你分明就是想败坏巧玉的名声。可这是事实啊，事实不能说吗？我看你分明就是眼皮子浅。你现在就去院子里给我跪着，我跪足2个时辰，不许起来。顾南径直站了起来。事情有因就有果，起因是小姑立身不正，爱占便宜。如果我说错话要罚，那小姑是不是也应该要罚呢？你还敢顶嘴，忤逆不孝！也没有哪家的小姑和婆婆动不动就借儿媳妇的嫁妆，您说是不是？婆婆若执意要罚，这事若是传到御史的耳朵里，少不得世子又要被弹劾一道了。现在婆婆还要我跪吗？淮阳郡主气得嘴唇发抖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这时，谢恒沉着脸走了进来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还嫌今日不够丢人吗？今日的事终究是巧玉不对，以后她再去你那里借衣裳、首饰，不用借给她。顾南有些诧异谢恒的态度，却也没有多问，转身离开了。可是景王又说了什么？景王已经知道当年父亲贪污一事，并且禀报了陛下。袭爵的事，只怕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这么说，你以后只能做一辈子的世子。学位的事没希望了，我的差事不能再有任何闪失。顾南那边暂且随他折腾去，瑞格尔还要靠他教养，把瑞格尔教好了，比什么都重要。顾南坐在房内，如花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拿着几张银票。如花把银票递给顾南：“姑娘，这是景王派人送过来的。”咦，一共12万两，怎么多了2万两？顾南一时摸不准萧燕的意思。景王派来的人怎么说的？那个登徒子什么也没说，只说殿下给姑娘的，把银票塞给我就走了。登徒子，那人欺负你了？没，就是他把银票塞在了我这儿。
如花指了指自己胸口处的衣襟，脸更红了。他又羞又恼地讲述了平安塞银票的经过。我没收，他就硬往我手里塞，一推一让，银票就在我衣领里了。我反应过来，抬腿就给了他一巴掌，骂他登徒子，他就跑了。确实是个孟浪的登徒子。谢恒的失常会和萧燕有关吗？景王府书房，萧燕打了个喷嚏，连打2个喷嚏，一定是有位美人在背后念叨你。快说，是不是谢世子夫人？胡说什么？萧远臣，你很不对劲哦。哪里不对劲？就我这双眼睛，打眼一看就知道你们俩之间有奸啊，有情况。不会说话就别说。平安走进书房，你脸怎么了？谁打的？平安有些难为情地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叶大公子的话本里不总有这样的桥段吗？男人往女人胸口塞钱，写的那叫一个缠绵悱恻，怎么到我这儿就落一登徒子，还被打一巴掌？话本里都是骗人的，长点心吧。你且等着，等我这本重生后嫁给前夫三叔火了，说不定你还得用里面的桥段追妻呢。追妻？萧燕脑海里莫名闪过顾南的脸。这时门外响起内侍太监的声音：殿下，陛下请您即刻进宫一趟。皇宫内，皇帝正在生气，太子站在一旁。太子又闯什么祸了？他把太傅气得请辞回乡养老去了。你自己告诉三叔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我趁太傅打盹的时候，帮他老人家把胡子和眉毛都剃了。谁的眉毛剃了能好看啊？太傅一把年纪了，没了胡子也就算了，眉毛也没了，你让太傅怎么见人？没有眉毛怎么不能见人？看人又不看眉毛，你还敢顶嘴？皇帝气呼呼地瞪着小太子。老三，朕把他交给你了，你负责给他找个老师，真是管不了他了。行吧，皇兄别气了，这事我来想办法。文景侯府松雪堂里，桌子上放着几杯酒，顾南拿起一杯酒，小口抿着。你们两个确定不尝尝？两个姑娘对视一眼，如花拿起一杯喝了。哎呀，没有猪肉的腥味，还有点甜甜的。如意也拿起一杯喝了一口，好喝。姑娘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酿酒啊？书上看来的，把这个酒放在给周老先生准备的礼物中，我亲自拿给他。姑娘，您真的打算帮瑞根请周老先生啊？那孩子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奴婢也觉得，只怕姑娘费心请来了先生，他并不领情。过来。顾南低声将计划告诉两人。我说姑娘为何那么痛快？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奴婢就知道姑娘是个有主意的。文景侯府慕云阁内，孟云上正低声哭泣。谢恒走进来，好好的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只是想起了瑞根儿，心里一时有些难受。瑞根儿怎么了？郡主不让我亲近他，我能忍，可请先生的事耽误不得啊。世子夫人说去请周老先生，可半个多月了都没消息。我听说他准备的礼单酒水竟然只是他自己酿的2坛子酒。竟有此事？我不是说世子夫人不好，只是听说一般人家请先生也会买2坛上好的酒，咱们家带2坛自己酿的酒，实在有些单薄，会不会让周老先生以为咱们轻视他呢？只是觉得这事还是交给恒郎来办，我才放心。你放心，明日我会和顾南一起去拜访周老先生。文景侯府大门口，顾南正要上马车，谢恒叫住他。等等，世子有事？我和你一起去拜访周老先生。听闻周老先生爱酒，我特地找人买了10坛上好的杜康酒。我知道夫人亲自酿酒十分辛苦，只是自己酿的酒到底还是单薄了些。谢恒吩咐小厮把顾南酿的2坛酒搬下来。如花坐在装礼物的马车上，抱着2坛酒。这是我家姑娘一片心意，你们谁也不许拿。咱们上门拜访，拿的礼物代表侯府的脸面，还是杜康更稳妥些。周老先生什么美酒没见过，岂能看上你酿的酒？礼轻情意重，我觉得亲手酿的酒更显心意贵重。什么心意不心意的？你的心意再重，还能有杜康贵重？你这2坛酒带过去，只会贻笑大方，让人嘲笑我们侯府小气。如花将这2坛酒单独收进最里面，到了地方往下搬东西的时候仔细点，莫要搬错了。谢恒见他妥协，率先上了马车，顾南也上了车。周老先生宅院内，一个白发老者躺在躺椅上，脸上盖着一本书。学生谢恒，拜见周老先生。周老先生把脸上的书砸向谢恒。谁呀？青天白日的吵人睡觉。学生是文昌侯府谢恒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你是文昌侯府的。周老先生的目光越过谢恒，落在顾南身上。你又是谁？这是内人故事。内人，看起来不像啊。学生膝下有1拳子，想请老先生教诲。我今年并没有收徒的打算，你们回去吧。老先生，您与我祖父曾是旧识，若不是看在你祖父的面子上，你们今日都进不来我这小院。学生听完老先生素来爱酒，今日特备了一些薄酒。你有好酒？这是学生特地托人买来的，窖藏10年以上的杜康。杜康啊，这酒老朽年轻时还算爱喝，现在嘛，觉得味淡了些。哎，
还以为有什么新奇的酒呢。我不收徒儿，你们回去吧。谢恒面如死灰，转头示意顾南离开。顾南对他的眼神视而不见，向如花使了个眼色。如花抱着2坛酒过来。你做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顾南将1坛酒倒向地上。我这就让顾氏向老先生道歉。不要说话，这是什么酒？为了家里孩子拜师，我亲手酿的酒，取名玉冰烧。如今老先生不收徒，我便只能把酒倒了。慢着，你这个玉冰烧好喝吗？和杜康比起来如何？各有千秋吧，每个人口味不同，自然感受不同。你这酒卖吗？不卖，这是我为孩子拜师亲手酿的酒，费尽功夫只得了2坛。不过2坛酒而已，你怎么这般小气？还不赶紧把酒送给周老先生？世子这话可真好笑，先前是你说周老先生什么酒没尝过，岂能看上我酿的酒？我可不敢把酒送给周老先生，若是让人嘲笑侯府小气抠门，可怎么办呢？先前是我想错了，说话有失偏颇，还请夫人不要在意。不用，无功不受禄，老朽不用你们送酒。你这个女娃娃可以啊，心里有所求，不藏着掖着，敢想敢说敢干。多谢老先生夸赞。你把酒留下，孩子我收了，但我有条件的，你们若能做到，我便收下。老朽住惯了淮山，你儿子要跟着我读书可以，需每日来我这里。犬子能得老先生教导，是他的福气。顾南和谢恒回到文昌侯府。顾南，我就知道你有这个本事。母亲您谬赞了，周老先生说可以收谢瑞是有条件的。周老先生不来侯府，需要谢瑞每天去淮山上学。淮山偏僻，瑞哥儿这么小，哪里受得了这起早贪黑的苦？怎么就不能说服周老先生，让他来侯府教书呢？实在不行，我们多出些束修，或者每日派马车去淮山接送周老先生也行啊。还是婆婆想得周到呢，只是我如今铺子都卖了买棉花，手上没有银钱了，不如明日婆婆再拿点银子出来，亲自去趟淮山，和周老先生谈谈。周老先生肯收下瑞戈尔，已经很难得，若是惹恼了老先生，不肯教授瑞戈尔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顾南转身离开，淮阳郡主面露不悦。他那几个嫁妆铺子都是挣钱的，我才不信他没钱，只是不肯多花给瑞戈儿罢了。母亲别这么说，若不是他尽心酿酒，又出了1万两银子，才请到了周老先生。淮阳郡主一脸错愕，显然没想到儿子竟然会为顾南辩解。那可是1万两银子啊！顾南你怎么就眼也不眨的出了这个钱？放心吧，我自有计划，这银子不会白出，过不了5日，婆婆就能把银子还回来。姑娘，你说真的？咱们的银子真的能回来？当然，且等着看吧。谢瑞去周老先生那里3天，什么都没学，反而天天干农活，还有一身伤。淮阳郡主叫了顾南来商议。咱们瑞高儿去周老那去了3天，第1天喂鸡喂鸭喂鹅，第2天掏粪种菜，第3天挖红薯，这以后还指不定让瑞高儿干什么呢？你们快想想办法。不如让世子去找周老先生谈谈，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教学方法。我觉得你说的有理。谢恒听了郡主的话，去了淮山，1个时辰后回到南山堂。周老怎么说？周老说他没有虐待孩子的癖好，安排的都是瑞哥力所能及的活。什么？这个老匹夫肯定是听说瑞哥受伤了，不敢承认了呗？周老说他让瑞哥干的活都是轻松的，他受伤是因为他捅鸡、打鸡、砸鸡蛋。依我看，不如把银子退了，咱们另请先生。现在就是咱们想去学，只怕人家周老先生也未必肯教了。什么意思？那老匹夫竟然要退了瑞哥？我刚才去问的时候，周老先生说咱们若是心疼孩子，大可将孩子领回来。不行，不能让他退了瑞哥，咱们得主动上门去退学，到时候外人问起来，咱们也可以说瑞哥儿身子弱，年纪小，暂时不适合跟着周老先生学习。夫人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既然母亲都这么说，我也同意。顾南当初周老是看在你的酒收下的瑞哥，这次还是你去说。这等打人脸的事我可不去做，还是世子去吧。为了给瑞哥请先生，我又出钱又出力，这以后我可不敢再给瑞哥请先生了。我知道你辛苦，瑞哥儿请先生的事，以后让恒儿来操心，那1万两我也会给你。既如此，我便厚着脸皮跑一趟吧。来退学的吗？老先生早就预料到了，不是吗？我以为你们至少坚持5日，比我预料的时间还早了点。这几日给老先生添麻烦了，顾氏在这里向您道歉。退学可以，束修已花完，概不退还。束修自然是不用退还的，我知道老先生将银子都拿去资助善堂里的孩子和老人了。你这个女娃娃倒是比谢家那小子心里有成算得多啊。您每日这么忙，我给您再找个帮手吧。顾南让顾青红给周老行礼。小子顾青红见过周老先生。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还像谢瑞那样的孩子，老朽绝对不会收的。您放心吧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
顾南想让自己侄子跟着周老先生学习。顾家是商户，红哥天生爱读书，却因为心急不敢送他去书院读书，在家里又很难请到好先生。这时萧燕带着太子来到周老先生宅院。周老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原来是景王殿下，老朽今日收了个关门弟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做个见证。周老，一只羊也是放，2只羊也是放，不介意多收一个吧？介意，老朽已经看好顾青红。景王殿下，你来晚了。谁规定关门弟子只有一个？周老似乎忘了，5年前。你住口，顾娘子，老朽年事已高，只打算收一个关门弟子。这2个孩子我看着都不错，你们决出一个通知我就好了。殿下一定要让太子拜师周老先生吗？谢家有没有在欺负你？顾南微怔，没想到他张口先问出这句话。他感受到萧燕真的在关心他，可是为什么呢？连周玉这个老家伙都能被你请动，倒是越发聪明了。谢家人应该欺负不了你。殿下可以将周老先生让给我侄儿吗？我若不让呢？你行了，这事交给我处理。萧燕走进屋子里，不久后房门打开，萧燕大步走出来，周老跟在他后面。事情办妥了。萧远臣，谁家关门弟子是2个的？就你一身反骨，行事偏。你收2个关门弟子，不正说明你与那些俗人不同吗？我派了平安亲自去南阳府找人，已经找到魏少谦，再有2日，他们就能到京城了。人到了京城，我会让平安带着他先去趟顾家，为你侄儿治病。多谢殿下了，太好了！魏少谦提前到京城，陛下英年早逝的命运应该可以避免了，红哥的心疾也能治好了。顾南从早上起来就心不在焉，今儿是初一，不知道魏少谦有没有如期赶到京城，不知道萧燕有没有把他那日的提醒放在心上。你今日怎么了？和你说话总是心不在焉的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。郡主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哪里不好了？咋咋呼呼像什么样子？是真的不好了，宫里来人了，让郡主和世子夫人赶快过去。顾南，快跟我一起去前院。顾南也提着一口气，不知道宫里为何有事找他，难道是皇帝？院子里谢恒正在和内侍攀谈，看到顾南质问他：胡闹，你哪里找来的大夫，也敢往宫里推荐？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哪里找来的乡野大夫，也敢举荐给陛下治病啊？婆婆慎言，陛下乃真龙天子，龙体自有上天庇护，不可胡乱猜测。谢世子夫人跟咱家走一趟吧，皇后娘娘还等着呢。有劳公公带路。顾南带着如意跟着内侍离开了。恒儿，你先写休书，若陛下真立刻休了顾氏，绝不能让他连累咱们谢家。顾南向皇后娘娘行礼，秦皇后上前握住他的手：“快起来，不用多礼，本宫叫你来是想表达谢意。”娘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突发心疾，太医院的太医没有擅长心疾的，若不是有你举荐的魏大夫来得及时，陛下恐怕会……陛下龙体可好？暂时好转了，只是后面不能再劳累。陛下洪福齐天，自有诸方神佛保佑，自然会化险为夷，长寿安康。多亏了你举荐魏大夫有功，所以本宫要重重谢你。陛下也说你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当得起重赏，叫你进宫，便是想问问你想要什么赏赐。重活一世，他想与谢恒和离，活出与前世不同，能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他想靠自己实现，他不会因皇后一句话，又真以为立大功而开口求赏赐。这是臣妇分内应尽之事，实在当不得娘娘的赏赐。你举荐有功是事实，陛下一直说有过法有功必须赏。这样吧，不如本宫做主，让内府监给你顾家皇上资格，再让陛下亲自为你提笔了。顾南连忙跪地谢恩，臣妇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时辰不早了，你先退下吧。该你的赏赐随后会打发人到谢家宣旨。谢娘娘。殿下怎么在这？你怕跟本王扯上关系吗？殿下是有事吩咐吗？你怎么知道皇兄今天会突发心疾？本王要听实话，你最好别骗我。殿下在怀疑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怀疑的是谢家，是谢恒。他的第一反应是谢家人在背后捣鬼，被顾南察觉到了，所以才隐晦提醒他。殿下未免有些高估谢恒了。你为何会在1个月前就知晓皇兄今日会突发心疾？若我说做梦梦到了，你信吗？你还梦到了什么？你就只梦到了皇兄，没梦到本王。梦到太子即位，殿下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。以后这些话不可在任何人面前提起。魏少谦是你先前为父兄找名医时意外遇到的，所以让人举荐给了本王。顾南愣愣点头，心中莫名涌起一股暖流。萧燕是为了他好，他知道梦里遇见未来这种事太过匪夷所思。多谢殿下，殿下若没其他事，我先告退了。顾南一进去，谢巧玉就指着鼻子骂他：顾南，你个丧门星，你想害死我们全家是不是？陛下若是被你害了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今日一定让我哥哥休了你，免得你连累我们全家。顾南，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是在教导你，在帮你帮全家规避风险。我不过是在家里说说，谁能传出去？
传不出去吗？若家里的事传不出去，宫里怎么会3番2次派人来斥责世子？巧玉，不许胡闹，你先回去，这里自有我和你哥哥处理。谢巧玉见母亲也不站在自己这边，气炸了，捂着脸转身跑了出去。顾南转头看向一言不发的谢恒，谢恒从怀里掏出一封休书递给顾南。顾南，休你非我所愿，你别怪我心狠，我要为侯府和谢氏一族着想，怪只怪你行事自私。好一句自私啊！你父亲当年用我顾家的银子补朝廷窟窿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自私啊？顾南，你别无理取闹，侯府是花了你的银子，但成亲3年，家里的事一切交由你做主。我自问给了你世子夫人该有的体面和尊荣，并不曾亏待你吧？世子花我银子养万氏4年多，这是世子夫人该有的体面。婆婆和世子为让孟氏进门，以故人之女欺瞒我，小厮媳妇敢下要害我，这是世子夫人该有的尊荣。咱们是夫妻，自古夫妻一体，你非要和我分什么你的我的吗？我不接受休书，只接受和离。谢恒，我们和离吧。和离？顾南，是你犯错在先，有什么资格提和离？我犯错，你就这么笃定我举荐的大夫有问题？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张妈妈惊慌失措的声音：“不好了，圣旨来了，郡主不好了，宫里来人宣旨了。”你快把休书拿好，若是牵扯咱们家，立刻将休书拿出来给内侍看。谢恒捡起休书，宣旨的内侍走进来。文昌侯世子夫人接旨。顾南跪地，内侍看一眼谢恒，谢恒和淮阳郡主也跪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文昌侯世子夫人顾氏举荐医者有功，救朕于险境，此皆因顾家教女有方，特赏顾家黄金100两，准顾家为皇家御用商户，并赐匾额1块。淮阳郡主和谢恒听完，如同遭遇雷击。世子夫人，顾家那边也已经派人去宣旨了。多谢公公。哎呦，郡主和世子一定是高兴到忘记起来了呢。世子夫人救驾有功，恭喜郡主，恭喜世子了。淮阳郡主此时已经傻了，以为能借此机会休了顾南，拿到顾家的财产，没想到还立了功。世子还要休我吗？我说了，我本就不愿休你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自然不必再提休书一事。但我提和离是认真的，谢恒，我要与你和离。顾南，你明明是个识大体有分寸的人，现在怎么成了这般模样？我一进门，小姑就指着我骂，叫嚷着要休了我。婆婆和世子不分青红皂白就甩休书给我，就是识大体有分寸了。那你也不该动不动就提和离。你知道和离后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过什么样的日子都比在谢家强。就因为我今日想休了你，你就闹着要和离？谢恒，我嫁入你家后吃穿用度全靠娘家，现在还没出大事，你就想和我划清界限。若真有灾祸，我怎能指望你护我？吃喝袒护照顾都指望不上你，要你这丈夫何用？你胡说！你顾家商户出身，嫁给我后才享受了世子夫人的尊荣，如今这点委屈都受不得吗？受不得，我嫁进来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们2个不要再吵了。恒儿今日顾南受了委屈，你不哄他，怎么还跟他吵起来了？今日之事是我和恒儿行事鲁莽，今日是我冲动了，让你受了委屈，对不住。顾南一言不发，一句对不住根本不能抹去谢恒做过的所有恶心事。好了，恒儿也向你道歉了，我们把这些不高兴的事都忘掉，毕竟家和万事兴啊。家和万事兴不能全指着我一个人啊，还是请2家人过来商谈和离之事吧。淮阳郡主面色一僵，觉得顾南给脸不要脸。谢恒也没料到顾南如此坚定。姑娘，家里派人来了，说有急事。顾家格外热闹，都在讨论皇上的赏赐。陛下亲自下旨上的黄金，这是多少达官贵人都没有的荣誉呢。从此我们顾家就不是普通的皇商了。如今青红还和太子做了同窗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陛下说您和父亲教女有方呢，陛下都夸您了呢。母亲，你小时候我便知道，我家楠楠是最有出息的。我有一个提议，想跟各位长辈说一下。楠楠有话尽管说。陛下赏赐的黄金都是荣誉，咱们留2块和圣旨一起供奉在祠堂里，其余的黄金去兑换成白银，捐到不同的善堂去。这是陛下的赏赐，也是咱们顾家为陛下祈福了。还是楠楠想得周到啊。淮阳郡主谢恒来到顾家。恒儿媳妇，我带着恒儿来向你赔罪，我给你跪下了，别和恒儿和离了。郡主这是做什么？哪里有婆婆跪儿媳妇的道理啊？你这样是想逼我女儿去死吗？哎呦，亲家母，你快劝劝你闺女，咱们都是为人父母的，哪里能眼睁睁看着和离？婆婆不妨说说你们做错了什么，要取得我的原谅。夫人，为夫已经知道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不是什么都能用一句错了就可以抹杀的，不能动不动就闹和离。你和恒儿回家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，不好吗？不和离也可以，只要你们将谢瑞从族谱上抹掉，赶出侯府。谢瑞是谁？前些日子婆婆接进府里的，
说是侯爷恩人的孩子，今年4岁多了，非要让我记在名下做嫡子。什么恩人的孩子？不会是世子在外面偷偷养的野种吧？当然不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可以。你怎么来了？他又是谁？这位就是世子养了4年的外室，如今接近府里做了贱妾。一个贱妾也敢来掺和主母和主君之间的事，谁给你的脸面？将谢瑞送出府又不是不养了，孟姨娘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？不是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分明早就知道瑞根儿是我和恒郎的孩子。谢恒抬手狠狠给了孟云长一巴掌。恒郎，你为了故事打我，还要送走我们的儿子。原来谢瑞是世子和孟姨娘在4年多前生的外世子啊，未婚先生庶长子，应该说是奸生子。婆婆和世子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。当初是你们谢家先上门求娶，并不是我们顾家高攀。要早知道你未婚就在外面养了外室，我大哥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。合理，必须合理。我答应你，将瑞根儿从族谱上将养子改为庶子，将孟氏和瑞根儿都送到乡下老家去。顾南，我们能不能不和离？谢恒，我与你已经无话可说，你写和离书吧。和离书不能写，要么今日顾氏跟我们回后府，要么你们顾家用一副棺材把我抬出去。谢恒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父兄去世后，你们便谋划夺我顾家财产，将孟氏和谢瑞接进府。你指使长顺媳妇给我下药陷害，拿捏我。谢恒，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、宠妾灭妻的畜生。你为了和离，竟然给我冠上如此狠的罪名，无凭无据，你怎么能随意指责我宠妾灭妻？谁说无凭无据？奴婢便是证人。奴婢可以作证，世子就是宠妾灭妻。当日世子威逼奴婢在世子夫人的吃食中下药，奴婢所说句句属实。便是到了御史台，奴婢也敢再说一遍。淮阳郡主见事情变成这样，便慌了起来。恒儿，写和离书。母亲，不能让他们去御史台闹，这样咱们家可真完了。谢恒写完和离书递给顾南。我错了，但我一开始真的没想过害你的。嘿，这个时候装什么深情？太好了，终于和离了，从此脱离淮阳郡主，远离谢恒，可以开启新的生活，拥有新的人生，一段和前世截然不同的人生。顾南觉得四周开始不停晃动，眼前一黑晕过去了。王爷，事情成了。慌慌张张什么样子？王爷，我这不是有消息想赶紧告诉你，顾娘子和离了，一切都在殿下的猜测中。长顺媳妇进去后，一番指证。顾府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郡主和世子回去了，顾娘子应该是高兴的拿到和离书就晕过去了。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殿下心疼顾娘子了吧？心疼？叶大公子的话本里都说了，当你感觉到心疼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你心动的时候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本王打住！属下知道，您说您都是为了报恩，对不对？已经请过大夫了，但现在人还没醒。顾南躺在床上醒过来，如意如花站在一旁。姑娘，你可算醒了。我怎么就晕倒了？姑娘，你已经有2个多月身孕了。顾南想起上一世那个被谢恒打掉的孩子终于又回来了，上天怜悯，这一世他会拼命护住这个孩子。如意如花，知道我怀有身孕的人都有谁？刚才来过的大夫，我给他不少银两，他不会乱说。老夫人刚才也被气坏了，大夫人在老夫人那边呢，府里的人都不知情。你们2个是我最信任的人，这件事情还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如意，你请嫂子帮我寻一个懂医理的婆子，记得说话谨慎些。姑娘不打算将怀孕的事告诉景王殿下吗？昨日长顺媳妇能及时出现，肯定是景王殿下帮忙的。如意的话让顾南犹豫了。前世他没把孩子的事告诉萧燕，一直以为是萧燕害他失贞，成了不洁之人，愧疚自责让他在谢恒面前抬不起头，还把愤懑化为恨意。不了，这孩子是我自己的，我会独立把孩子抚养长大。现在刚和离，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，我要让顾家更强大。如花，你和陈丽去侯府把小满接回来，再把我的东西都拿回来。回来之后让陈丽来见我。酒场就是提升自己的第一步，我要用玉冰烧为自己铺一条通往成功的路。今日早朝，皇帝下发诏书，择吉日禅位给太子，由萧燕总领朝纲，封为摄政王。王爷，顾府那边传来消息，顾娘子醒了，没有大碍。大夫怎么说？属下特意去套过大夫的话，说顾娘子是气急攻心才晕过去的，如今人已经醒了，再休养2日就没事了。陈丽来到顾南房间，顾南将银票都给了陈丽。你去将淮山脚下那一片地都买下来，然后找匠人把酒厂建起来，拿5万两银票全部买木炭，不管是灶下烧的还是上好的银丝炭，全部买些。5万两全部买木炭，姑娘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趁现在便宜多买一些，听我的去买吧。是，姑娘。陈丽离开，常氏带着一个嬷嬷来了。小姑，摄政王派人来了。他派人来干嘛？摄政王身边的平安亲自来的，带来了这个嬷嬷，说是在皇后娘娘身边伺候的，说是皇后听说咱们家在找精通医理的婆婆，所以特地将人送来。顾南心里乱糟糟的，萧燕一定在周围安插了人手，
所以才会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。这男人到底想做什么？奴婢温氏参见顾娘子。温嬷嬷请起，您是皇后娘娘身边伺候的人，来我身边已经委屈您了，哪敢受您的礼？出宫前娘娘交代了，以后奴婢的主子便是娘子您，所以第一次见面，这个认主礼是必须要行的。我身边正缺一个懂医理的人，温嬷嬷来得正好，以后就麻烦你了。姑娘客气了，照顾姑娘是奴婢的分内之事。如意，你为嬷嬷安排个房间，先去休息一下吧。咱们家找医女的事，我做得很隐秘，只托相熟的人家去打听的。皇后娘娘在宫里是如何知道的？你觉得温嬷嬷不可信？顾南担心的是温嬷嬷是不是萧燕的人，他怕她怀孕的是瞒不住萧燕。可不可信现在还不好下定论，且观察几日看看。顾南想为肚子里的孩子祈福，却没想到碰到了摄政王。参见摄政王。你的身子好些了吗？温嬷嬷难道没告诉殿下？能猜到是本王安排的人，还不算太笨。你怀疑本王在你身边安插人手监视你？没有怀疑，只是不明白殿下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帮我。为何帮你？当然是为了报恩。不过你怎么不记得了呢？放心吧，给你的人你放心用，本王不会通过温嬷嬷打探你的事情。多谢殿下，这份恩情我记在心上了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自顾南从报国寺回来之后，天气逐渐变冷，顾南知道要下雪了，还是暴雪。一夜之间天寒地冻，顾三叔望着外面的风雪，忍不住叹息。这么大的风雪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也不知道会冻死多少人。三叔别担心，咱们家已经有准备了。放心吧，都按你说的提前准备好了，5000件棉袄和100匹粗布。昨日我吩咐陈丽准备好了炭，嫂子立刻安排人将棉袄和粗布装车，去找陈丽会合，把东西都送去善堂。府里现在没有过冬的炭火，现在这雪也不知何时能停。母亲当时不是不相信顾南的话吗？不行，这口恶气我咽不下去。我听说因为连日暴雪，京城附近很多百姓的房子都压塌了，听说还冻死了不少人。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举报顾氏囤积居奇，意图发国难财，害得百姓们流离失所，陛下会不会降罪顾氏？我一切都听母亲的。顾氏有人举报你囤积炭火，意图发国难财。大人啊，我可以作证，2个月前顾氏开始收炭火，还劝说陈父一起，陈父拒绝了，如今造成百姓冻死，皆是顾氏之过。顾氏，淮阳郡主说的你可认啊？囤积居奇，发国难财，致百姓死亡，这样的罪名，臣父不能认。证据确凿，你说不认就不认。这罪名不能认，你们可知顾娘子所为？暴雪首日，她携顾家送1万斤炭火，5000件棉衣至京城周边善堂。次日，收留安置淮山附近无家可归百姓。暴雪时，淮山附近百姓温饱无忧，无人冻死。他拯救了成千上万百姓性命。顾南怔怔望着萧燕，只觉得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都涌向心脏，一颗心砰砰跳得厉害，眼眶更是湿热。原来他做的事情，有人看在眼里，也有人记在心里。还请大人明察。大人，我要举报淮阳郡主私放印子钱，谋取暴利，用残暴手段逼迫对方还钱，险些逼出人命。你胡说！是不是胡说？找人去查就是了。我的酒厂收留了许多难民，放印子钱的主人把他们赶了出来，将他们的宅子卖了。我仔细询问之下，才知道背后放印子钱的主人竟然是郡主。平安，你亲自带人去查。平安来去很快，回来的时候还带回了2、3个苦主。那几个苦主跪在京兆府哭诉淮阳郡主私放印子钱。淮阳郡主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淮阳郡主听完整个人都傻了，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既然郡主没什么说的，那本王来说，即刻褫夺淮阳郡主封号及诰命，望其诚心补偿苦主。闭门思过半年，诚心悔过。淮阳郡主瘫倒在地，谢恒带他离开。今日多谢王爷了。顾南走出来就看到顾家人在这有2叔、3叔、嫂子还有顾青红等在外面。姑母，红儿来接你回家。大家都来接你回家，母亲还在家里等你。顾南看着眼前一幕，眼圈倏然就红了。没有什么比得到亲人的支持更让人窝心的。好，我们回家。顾南觉得眼前天旋地转，就在马上要倒下的时候，落入了一个宽阔的怀抱。多谢殿下。你怎么样？我感觉好晕，殿下还是将我放下来。闭嘴！这里本王王府近，去本王的。温嬷嬷，你跟着来，其他人都回去吧。萧燕把顾南放在床上，吩咐温嬷嬷：“你来给他看看怎么回事，他到底怎么了？”殿下先出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奴婢要给姑娘解衣服，殿下在这里不合适。嬷嬷，求你救救孩子，您的身子很虚弱，奴婢也只能尽力。求嬷嬷帮我隐瞒怀孕的事。没等听到温嬷嬷的回答，她就缓缓闭上了眼，陷入了沉睡。再醒来已经是第2天。温嬷嬷，温嬷嬷去帮你拿早膳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殿下怎么在我房间？你的房间？这是本王的房间，你睡的是本王的床。顾南一怔，开始四处打量起来，这确实不是他的房间。这离京兆府近，所以昨日将你带了回来。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
我已经好多了，多谢殿下关心。顾南回到家就叫来如意盘账。如今咱们手上还有多少能动的银子？先前姑娘给的银子都投到了酒厂，要不就是买了炭火，现在还有不到5000两的银子。银子没有再挣就是了。也是，如今街上百姓都对姑娘赞不绝口，有这名望做基础，以后姑娘想做什么生意都能兴旺起来。你去叮嘱陈丽一声，等朝廷将酒厂里的灾民安置好了，就筹划酒厂开业。姑娘快去前厅吧，宫里来人了。顾南走进来就看到赵三友拿了圣旨来。公公前来是有什么事？顾娘子做了好事，皇上知道了，给您下了道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顾家娘子顾南，指北晋流民寒冬受困，捐炭火1000担，亲往赈济，解民导悬，安静一方，功绩可嘉，册其为清河县主，赐银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府邸1所，望其恪守礼度，永怀仁善，为邦家分忧。谢陛下。顾南起身，如花给赵三友一个荷包，赵三友拒绝。辛苦公公跑一趟了。给县主办事不辛苦，没有县主就没有奴才的今天，奴才还要回宫复命。如花送一送赵监正。赵三友刚走平安就带了2个箱子来了。王爷在清河给您修了县主府，还给您挑了几个人，这些人的军籍以后都挂在县主府，是县主自己的人，县主放心用就是。修县主府，此事万万使不得。眼下朝廷正是安置灾民的时候，王爷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还请平安帮我回绝了王爷。这是王爷做的主，属下可不敢回绝。县主放心吧，王爷心里有数。他知道了。顾南捐炭火，一方面是为了自己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萧燕。前世没有人提前预料，小皇帝刚登基，朝政全压在萧燕一个人身上，他想为萧燕做点什么。王爷说姑娘的心意，他铭记在心。昨日姑娘身体不舒服，王爷很是挂心，特地吩咐太医院准备了许多补气血的药材。顾南看着2个箱子，心头一时有些发虚。若让萧燕发现她怀孕，不知道会怎样。自从顾南与谢恒和离后，谢恒整日买醉，刚从酒楼出来就碰见了萧燕。多日不见，连人都不会叫了。见过三叔。我听说你扬言要将清河县主重新娶回来。她本就是我妻子，我如今已经知错悔改，想重新娶回她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县主显然是懂这个道理，所以拒绝了你。我一定会把她重新娶回来。我们还有孩子呢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三叔还不知道吧？顾南有了我的骨肉，我的孩子。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毕竟她先前是我的妻子。还没等谢恒说完，萧燕就走了，朝着顾家的方向去了。顾南在家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半个月下来，温嬷嬷说胎下稳了，也到了酒厂开业的时候。今日有这么多单子，咱们库房里的酒卖掉大半了。只有长期客源稳定，咱们的酒厂才能真的赚钱。而且我的目标是让大梁的人都喝到我的玉冰烧。那咱们还等什么？赶快做大做强啊！我要等孩子平安出生，我要带他一边做生意，一边游历天下，有田有钱有孩子，人生足矣。王爷怎么来了？我要和你单聊。顾南示意如意如花下去，屋里就剩他们2人。顾南给萧燕倒茶。王爷请喝茶。萧燕端着茶盏却没喝，也不说话。顾南一瞬间想了无数种猜想，难道他知道自己隐瞒怀孕的事了？王爷想聊什么？本王送的补气血的药都吃了吗？身子如何了？吃了，身子如今已经大好，多谢王爷垂询。本王觉得还是宣太医来为你调理吧。温嬷嬷很好，不用劳烦太医了。本王今日碰到谢恒了，他信誓旦旦早晚要把你重新娶回去。离开谢家的时候，我将属于我的所有东西全都带走了，不管谢恒如何悔改，对于和离，我永不后悔。所以你腹中的孩子是本王的。顾南一时间心跳如鼓，无数个念头在脑海中疾驰而过，一颗心又慌又乱。出于本能的抗拒，他矢口否认。什么孩子？王爷在说什么？在说你腹中的孩子。我没孩子。你还要骗本王？我没骗你。你有身孕的事，是你与谢恒提和离之后查出来的。所以王爷刚才关心我的身体，提出让太医来调理，都是在试探我。是你自己主动承认，还是本王让太医来诊脉？我确实有孕了，这孩子是个意外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成为王爷的困扰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打掉这个孩子？等天气暖和些，我会去清河，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。谁告诉你孩子会是我的困扰？你能不能当做不知道孩子的存在？不能。你将来会娶王妃，你还会有其他的，甚至很多个孩子的，不一定非得我肚子里这个，是不是？我没打算娶王妃，你腹中的孩子会是我唯一的子嗣。为了抢孩子，王爷竟然连不娶妻的话都说出来了。本王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抢孩子了？王爷口口声声要孩子，难道不是要抢孩子？这是外面传来平安的声音。王爷，陛下召您回宫，我会给你和孩子一个交代。萧燕说完就离开了。顾南呆坐在凳子上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顾南正在看账本，如花急匆匆从外面跑进来。
姑娘，摄政王上门提亲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谁来提亲？摄政王啊，带来许多聘礼呢。夫人和二老爷、三老爷都在前厅招待摄政王呢。顾南一愣，上门提亲就是萧燕所说的交代。你去告诉母亲我不嫁。姑娘，摄政王不好吗？不是他不好，是我没想过再嫁人。本王会对你好，更不会让外人欺负你。如花，你先出去吧。为什么不嫁？我说过会给你交代。我不需要。你就这么不想嫁给本王？不是王爷的问题，是我怕了。顾南，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今日就说清楚。8岁时，皇兄和皇嫂出征，皇嫂因我身子弱，将我托付给庄子上一户人家。一日我在林子迷路被蛇咬，一个小姑娘救了我。醒来后我找你许久无果。2年前皇兄调我回京城，我意外遇你上街茶铺子，才认出你。可惜我晚一步，那时你已嫁给谢恒那混蛋。原来是你，我们还一起去钓鱼、摘桃子、爬树摘杏子。你拉着我去摘了不少野杏。后来有一天，你说山上的野果子熟了，要去山上摘野果子，我不同意，你就气鼓鼓一跺脚自己跑了。谁知这一跑就再也没有回来。那时候我回家后，父亲母亲就带我回了城里，所以你认出我以后，总是及时出现帮我。我之前说不娶妻，是因那些人并非我想要的，我想娶的一直是你。我想娶你，想给你和孩子名分，将来孩子出生，我会对外称其早产，不让人诟病孩子身世。吾亲慕汝已久，愿聘汝为妇，托付终馈，眼似绵延，终老一生。我愿意。顾南做了这个决定，第一次，他心中对嫁给萧燕生出些期待的感觉。顾南和萧燕一起走进来，顾母看着这个场面不停擦泪。顾南走到母亲身边，母亲，这是大喜事，你哭什么？我的楠楠以后一定会幸福的。我家小姑就是个有福气的人，离了谢家，日子越过越好了，福气都在后头呢。还请各位长辈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会对楠楠好，不会让她受委屈。顾南看着屋子里热闹的景象，对上了萧燕那双温柔的眼睛，心里顿时觉得好踏实。重活一世，他过上了和上一世截然不同的生活，摆脱了谢家，顾家日子越过越好，嫁得良人，不久后孩子也会平安出生。现在他是真的开始重新开始了。